为了能多活几天，婆婆狠心磕掉自己的门牙，然后来到儿媳的面前，说自己已经开始掉牙了，每天只给一点食物吃就行。紧接着又跑到外面去炫耀，仿佛丢了牙是什么天大的喜事。所有人都说她疯了，可谁知道这颗门牙只是她多活几天的筹码罢了。可即便这样，儿子儿媳还是给她赶出了家门，最终冻死在了这冰天雪地里。一切只因为老太太生前把拆迁分到的房产和现金都分给了她的4个儿子，不想在每个儿子眼里，她都是偏心的，心生不满，不愿赡养她。如今她一睁眼，却重生到了拆迁前，房子还没拆，钱还在自己手里。这一次我周老太势必要为自己活一回。建民，建民，咋了，妈？你过来。妈，你疯了！你个疯子！你到底要干嘛？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我问你，今天是哪一年的哪一天？是10月28号啊。这个日子好像就是当年秋桃第一次带胡志光回来的时间。当年结婚后，这个胡志光天天家暴俺们家秋桃，不行，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秋桃的对象今天要来家里吗？妈，你先别管秋桃对象了，我什么时候方便邀请芙蓉来家里做客？你这个有了媳妇忘了娘的货！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啊？这是吵死人了！嫌吵，嫌吵搬出去啊！外面清静。妈，你这么凶干嘛？发生啥事了？一大早吵吵闹闹的。秋桃，你说你要带你对象回来吃饭，什么时候来？妈对我果然是不上心，提前好久就跟他说今天胡志光要来，他这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对，会不会是老太太记得这件事，不舍得出钱买菜，故意大清早的点我呢吧？妈，胡志光今天来买菜，你别操心了，我下班之后去买。等你下班，菜场哪里还有什么好菜？我一会儿就去买了。行啊，那就麻烦你了。不行，必须想办法把他俩搅黄了，但是直接棒打鸳鸯肯定不行，这样秋桃会恨我。不能急，不能急，此事需要从长计议。接着周老太去菜市场简单的买了菜，再来到银行，将抚恤金和退休金都取了出来，重新办了一张新存折，存了进去。一晃到了下午，饭还没做好，林建生就在外面嚷起来了：妈，秋桃和他对象来了。来了，市场硬仗。阿姨您好，秋桃经常跟我说起你，我早就想来拜访拜访你了。年龄偏大了点，长得也不怎么样，虽然没空手，但只拿了1瓶酒，要么就是抠，要么就是家里穷。秋桃年纪还小，长得也算中等姿色，怎么找了个这么个对象？志光还给你带了酒，妈，这么客气做什么？破费了。小胡啊，秋桃说她带个朋友回家吃饭，我这正收拾着呢。建生带着小胡屋里坐。什么朋友？我可是作为正式对象上门的。妈，你怎么这样说？志光是来正式拜访你的。什么朋友？那是我对象。你急什么？妈还不是为你名声考虑。什么意思？你这才上班3个月，这么快就带对象回家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是去工作，是去谈对象了呢。别人议论起来可不好听，对你在厂子里的名声也不好，领导会以为你不用心工作，就知道搞对象。这怎么能混为一谈？你还年轻，不如先慢慢处着，1年2年的也不要紧，该是你的姻缘跑不掉。做事情要不急不慌，更别提这样的人生大事，多花点时间没有坏处，先拖着吧。不能一上来就告诉秋桃那个胡志光多么不靠谱，那样秋桃听不进去的，时间长了她自然明白。妈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教我做事，怎么变化这么大？随后秋桃跟着周老太进了厨房，她看了看周老太准备的菜，全都是素菜，她有些不太满意。可鉴于周老太和蔼的态度，她也不多话了。等周老太把饭菜端上桌，胡志光看到一桌子素菜，脸色顿时挂不住了。秋桃他爹虽然早死，但是他是军人，有抚恤金，周老太也有退休金，林家的日子可不难过。我自己第一回上门，就拿这些破玩意儿招待我，这是没把我当人看啊！周老太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心里冷哼一声：要不是为了秋桃，我才不会招待这个人渣。小胡，知道你要来，我特意早早的去菜市场买的最新鲜的蔬菜。你们这代人享福啊，平常吃大鱼大肉，偶尔也要多吃点蔬菜，呱呱有水。辛苦你了，阿姨。对了，阿姨，你把秋桃栽培的这么好，我爸妈对秋桃都很满意。秋桃从小到大都乖巧，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里有什么事，她4个哥哥都顶着了。她乖巧归乖巧，就是太善良了。秋桃意外地看向周老太，她几乎从来没有在周老太嘴里听到一句夸奖她的话，她感觉眼睛有些发涩，连忙将头垂了下去。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父母年纪也大了。长媳担子可重得很啊，你父母年纪大了，
那你弟弟妹妹以后都是你管？兄弟姊妹多的家庭，最重要的是团结，互帮互助嘛。是这个道理。不过我刚才说了，秋桃太善良，她才刚踏入社会，还要磨练几年。我是家里的老大，秋桃就跟我的弟弟妹妹一样的，我会疼爱她的，你放心，阿姨。吐了。前世在秋桃结婚之前，她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厮嘴皮子厉害，不然也不会将傻秋桃哄得团团转。可结婚之后，他和他的家人是怎么对待秋桃的？话只要有嘴就能说。秋桃都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他现在处对象，我不反对，但是结婚免谈。可我父母希望我们早点结婚。秋桃跟我处了这段时间，她也知道这个情况的。秋桃年纪这样小，她知道什么？别说她年纪小，就你吃长她那么几岁，你不也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吗？既然你爸妈这么希望你早点结婚，不如你回去问问他们，谁家提亲是男方自己带一张嘴就提的？你别以为秋桃小就可以这样不尊重她。秋桃还有我这个妈，还有她4个哥哥呢。胡志光万没想到周老太一点面子也不给，谈着谈着就翻脸了。阿姨，是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秋桃也吓白了脸，她不解地看向周老太。妈，吃着饭呢，你做什么啊？哎，这个傻姑娘，男方这样不尊重她，她一点也不懂，还在帮胡志光说话。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我还是那句话，秋桃还小，处对象我由着她，结婚现在免谈。胡志光不敢再多说，林建明和林建生都不敢吭声，他们明显感觉到了周老太对这个准女婿谈不上满意。吃完饭，胡志光没有久留，提出太晚了要先回家了，想让秋桃送他出去。建生，你送一送小胡。鉴于周老太在饭局上的强硬表现，建生一句屁话不敢多说。走之前，胡志光似乎有话要跟秋桃说，迟疑地站了一会儿，又看周老太死死握住秋桃的手，只好跟着建生出去了。妈，你是不是对胡志光不满意？也没有，毕竟我对这个人不了解，初次见面谈不上满意不满意。别说我才见他一面，你都和人家处上对象了，你又对他了解多少呢？我不知道。还有从明天起，你上下班，你3哥4哥轮流接送你。为什么？我不要。因为你现在处对象了。处对象又怎么了？你处对象我不反对，但是你还小，我不放心你。周老太说的含蓄，但是秋桃一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脸顿时红了。妈，你说什么呢？我知道分寸的。你知道分寸，别人知道吗？我放心你，但我不放心别人。你要跟这个小胡处对象，我不反对，但是你到法定结婚年纪之前，我必须要确保我的女儿是安全的。奶奶，哟，是老大他们带着孙子回来了，快做饭，我饿死了。看到这个大儿子和大孙子，周老太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当初就是这个老大林建国拿到房子和钱之后，最先提出不赡养他的。当初老子心善，一直纵容你们几个小畜生，幸好这回房子还没拆迁，主动权在我手里，这次我可不会惯着你们。妈，大勇跟你说话呢。哼，你跟谁说话呢？妈，你怎么了？你还知道叫我妈？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你家的长工呢。孩子饿了，他亲爹亲妈都在这，喊我一个老太婆做饭，你怎么教孩子的？一点礼貌都没有。那你怎么这样说话？小勇这不是很久没看到你，想你了吗？你这样说话也太让孩子伤心了。有这样一对亲爹妈溺爱，林大勇不长歪就怪了。想当初过年我去看你们，到了后就是林大勇开的门，看到门外是我，立马厌恶大吼：你来做什么？滚远点！小勇，是谁来了？爸，没什么事，是个捡垃圾的。小勇，你想奶奶了？过来亲奶奶一口。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行了，小勇，你奶不欢迎我们，故意找茬呢。我们回家去。建国，先别忙走，我有事情跟你们说。老三、老四还有秋桃，你们都坐。随后周老太也没绕弯子，拿出了林建国之前打的那张欠条。因为年代久远，欠条已经发黄，但是林建国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顿时大惊，她是位风韵犹存的小老太太，因为超市老板在她背后说了几句坏话，结果她就把超市。同时她也是个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因为水管工想趁机敲诈，结果被她打得12处骨折。只因她上一世是一个被所有人欺负的老师，在被儿子拿走所有的钱后，被赶出家门，最终冻死在了冰天雪地里。如今重生归来，她决心要为自己活一回。老大，把你之前欠我的钱还我。妈，你这个时候要我还钱？大勇上小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
趁着他还在上小学，你先把钱还了，不然等他上初中、上高中、大学，甚至结婚，一路往上，你只会越来越觉得钱不够用。是啊，妈，你都知道我钱不够用，还让我还钱？意思是这钱你不还了？不是啊，我要还的。要还你还等什么？都等10年了。妈，我要有钱不早就还了吗？你别这样逼我们一大家也要生活的。看样子这钱老太太又不回来了。你们一家还要生活？林建国，做人不能这样自私的。你要生活，别人同样要生活。借给你的4000块钱是家里所有的积蓄。老三老四秋桃都还没有结婚，他们结婚要不要钱？你只顾自己过得痛快，连亲弟妹也不顾一点了吗？妈，按理说我不该说话，但是建国拿那笔钱也是结婚买房子，你现在出去打听一圈，谁家不给儿子准备婚房？别人家准备婚房，可你没嫁到别人家去。我们家条件就这样，人口多，他爸死得又早，没条件给儿子准备婚房。老二结婚，你不也给钱了吗？只因为那钱他没打欠条，就不用给了。建国老实，给打了欠条，就一定要他还钱吗？你亲眼看到我给老二钱了吗？我是给了老二一些，但是不多，几百块钱。不是你偷偷私底下补贴老二，老二能买得起房子吗？老二的房子是他岳父家帮衬的，你没看到老二现在几乎都是人家的半个上门女婿了吗？你也不用眼红，如果你娘家也能这样帮衬买房，老大去给你家做上门女婿，我也没意见。哼，妈，你什么意思啊？为了一套房子，要不认我这个亲儿子了？老大，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借的就是借的，你还想赖账不成？难怪老太太今天非要逼着我还钱，是不是你和老四怂恿妈的？你们俩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不帮我考虑考虑，我还要养一大家子。你又帮我们俩考虑了吗？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和大嫂双职工都嚷没钱要饿死了，叫别人都喝西北风劝，不想还就明说好了，还说这么多做什么？有钱我早就还了，没钱我拿什么还？你现在没钱没关系，这样好了，我去你们厂里找你们领导，借支你的工资，或者每月扣钱来还。他这话一说完，整个客厅都安静了。周老太这话说出来，可得把大哥大嫂伤得不轻啊！这换了以前，她万万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我妈这是怎么了？妈，你要真那样做，我跟建国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们俩就只能离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要是因为这个事情跟老大离婚，只能说你们同甘，不能共苦。早点离婚对大家都好。许梅震惊地望着老太太，根本无法相信她会这样回应自己。一时间，客厅再次陷入了诡异的沉默。4000块钱，这是10年前的4000块钱，放在现在可不止。看在母子情分上，我不收利息了。如果你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可以分期付款，1个月还给我300块。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就按照我刚才提出的想法执行。这时，林大勇从外面跑了进来。许梅见他回来后，立马站起来，说道：“大勇，你奶奶逼着我们拿钱，妈妈和爸爸过不下去了。”死老太婆！周老太顿时气得脸色大变，她颤着手指向林建国：“带着你老婆孩子，立马给我滚！”行，我们滚！许梅、大勇，我们走。慢着，现在分期也不行了，1个月以内把4000块还给我，如果不还，拿你们的房子抵债。哼！等人走了，周老太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回椅子上，气得浑身发抖。剩下的兄妹几个都吓傻了。秋桃反应最快，连忙倒了杯温水，递到周老太手里。妈，你消消气，消消气。妈，你也别生气了，那钱老大都借走10年了，要还早就还了，你犯得着为这事着急上火？我不把这钱要回来，你和老四心里能舒服？当然不舒服，大家一样是儿子，凭什么？他不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不怪你啊，谁让老大当年话说的那么好听，骗取了你的信任呢？他实在不还，拿他也没办法，以后嘛，你想办法补偿我们一些就行了。我补偿你们，我欠你们的，我好吃好喝的把你们养这么大，对得起你们了。我一大把年纪了，光靠一点退休金生活，连着你们都惦记，不是人的东西。当初生你们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摔死。又不是我惹你的，你朝我发火干嘛呀？少在这装腔作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无非是在想怎么把亲妈最后一丝价值榨干。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不伺候了，我养你们大，已经对得起把你们带到这个人世间，你们也都工作了，以后我养老靠不着你们，你们也别想我在无私奉献。你不管怎么行，妈，我跟老四还没结婚呢。世界上没结婚的多了去了，谁
谁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们可是你的亲儿子呀！就这还亲儿子，都给我滚！晚上不知道是不是情绪起伏太大，周老太怎么也睡不着。到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刚眯上眼的周老太就醒了。周老太干脆起床了，她想去市场买点菜，拎着篮子出门时，周老太还在琢磨，2个儿子上班这么久了，还没让他们交过生活费，现在不能继续让他们吃白食，得让他们给钱了。还没走出巷口，迎面就撞见了二儿媳。这么早的，什么事？水英没回答他，扭头对后座的蓉蓉说道：“奶奶家到了，你下车吧。”不要，妈妈，我不要跟奶奶一起。你今天跟奶奶待1天，妈妈要去上班，外婆摔伤了腰，带不了你。妈，蓉蓉先在你这待一会儿，我下班来接她。周老太眨眨酸涩的眼睛，她还没反应过来，水英就丢下孩子跑了。吃早饭没有？走吧，我们去买小笼包吃。到了早点铺以后，周老太给孩子点了1屉小笼包，犹豫一会儿，自己也奢侈一回点了1屉。等包子吃到嘴后，周老太才意识到，她前辈子几乎不在外面吃东西，不舍得花这笔钱，一辈子好像什么福也没享受到。周老太叹了一口气，真是不值。奶奶，你怎么了？周老太忍不住摸了摸蓉蓉的柔顺的脑袋，慢慢吃。小孩的感觉是很敏锐的，蓉蓉虽然跟亲奶奶很陌生，但能感觉到周老太对她没有恶意，再加上有好吃的安抚，慢慢的就放松了。吃了早饭，周老太带着蓉蓉去买菜，完后回到家，来到厨房，周老太看到用过的碗筷摆在灶台上，看样子是今天秋桃坐车去上班，有时间做早饭了，顺便将2个哥哥的早饭也给做了。兄妹几个也是难得在家吃了早饭。到了晚上，水英终于下班来接蓉蓉了。二嫂，吃过饭了吗？还没有呢，厨房还剩了些饭菜，要不我去给你热热？不用了，我回去还得做饭。我妈摔伤了腰。摔得很严重吗？水英看了看周老太说道：严重，躺床上动都动不了。我和你2哥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病人，一天累得像陀螺似的。他看着无动于衷的周老太，有些不满。妈，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跟建军都有些吃不消了。我们商量了一下，你现在也退休了，过去帮我们照顾我妈几天可以吗？这样的话，孩子我也不用每天送过来了，你可以在我们那边带他。你爸呢？我记得你爸也退休了。我爸就是个大老粗，他能伺候人吗？连孩子都带不了。你爸有手有脚，也没有得老年痴呆，跟你妈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你妈伺候他大半辈子，现在你妈摔了，他连伺候一下病人都干不了。再说你妈生了5个女儿，养你们长大了，现在你妈摔了要人伺候，连一个能照顾的都没有，要我这个亲家母过去照顾，这是什么道理？水英看周老太一点都不给她这个儿媳妇面子，于是她气冲冲的就拉着蓉蓉走了。等人一走，林建明立刻朝周老太比了个大拇哥。我的亲娘，你也太牛了，你就不怕得罪二嫂？得罪？伺候他妈本来就不是我的责任，我凭什么去伺候她？我退休了没事做，我去锻炼锻炼，去公园跳跳舞不行吗？她敢张这个嘴，就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第二天，周老太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当天晚上，老二就跑家里来发火了。妈，你今天怎么跟水英说话的？她回去大哭一顿。畜生，你就是这么跟你亲妈说话的？你真是好儿子啊！你丈母娘摔了，不喊她亲闺女、亲女婿去伺候，喊我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家去给她端屎端尿。她好大的脸皮，你还好意思过来问罪？我就问你，我凭什么去给她端屎尿？哼，我不过是让你过去帮忙，你不愿意就算了，还找那么多借口，我真多余回来。妈，你生这么大气做什么呀？别气坏了身体。哼，建民、建生，你们俩从这个月开始往家里交生活费，每个人50块。50块太多了吧？多？你一个月工资200多，我没让你上交一半就不错了。妈，你知道我现在谈着对象呢，哪都要用钱，我的工资都还不太够用呢，交生活费就更不够用了。不交也行，以后你们俩结婚不要找我要钱，1毛都没有。而且你们不交生活费也可以，从明天开始，你们不要在家里吃饭了。我的退休金只够养活我自己，还要养活你们这2张大嘴，就养活不起了。妈，你也太偏心了。那秋桃呢？她也不能在家吃。你脑子打铁了吧？人家秋桃每个月都交生活费，人家才上班3个月，月月不落，你们还是大的呢，真是好意思。别啰嗦了，不交我不强求，从明天开始家里没你俩的饭。林建明和林建生对视一眼，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在食堂吃饭1个月还用不了50块呢。
可老太太说结婚她不出钱，也不知道真假。这2天老太太变得阴晴不定，不敢招惹她。那我就给你交上活费，1个月30块行吗？你说呢？老四摸摸鼻子，心想就当在老太太这攒钱了，反正工资留在她身上，她也月月花光。这么一想，心里舒坦多了。行吧，妈，1个月就交50块。我也交50块，交就交。哈哈哈，这就对了。隔天老太太路过红灯区，她看着自己手里的钱，脑袋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年仅70岁的老太太花钱找了个20岁的帅小伙体验快乐，因为矜持半辈子的她从未体验过做女人的感觉。丈夫生前总是敷衍了事的完成任务，从未体验过激情的她，这次决定大胆尝试一番。完事之后，老太太便满面红光，一拐一瘸的回到了家。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你不配知道。对了，妈，我媳妇下午回来，明天你多准备几个菜呀，可千万别像上回秋桃对象那样炒一桌子素菜了。钱呢？不是吧，妈，你儿媳妇上门做客，你还要找我要钱买菜吗？我不问你要，那我做什么你们吃什么，你不要啰嗦。况且人家秋桃对象来吃的一桌子素菜，你对象来我做一桌子大鱼大肉，秋桃还以为我针对他呢。我是一视同仁的，谁来也不添菜。林建明只好答应，毕竟张芙蓉第一次来家里，要是他妈真给弄一桌子素菜，那芙蓉肯定跟他完蛋。随后便递给了周老太30块钱。行，明天鸡鸭鱼肉我都安排上，而且你必须要来厨房打下手。林建明悲愤地答应了。到了第2天，林建明便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去接张芙蓉。哎，要是你妈不喜欢我怎么办？怎么会？我妈很好相处的。可是我妈说的，寡母脾气最怪，将儿子看得太重，跟儿媳妇是天生敌对的。我不管，你要是想跟我结婚，我不愿意跟你妈一块住，我们买个楼房去。林建明眉心一跳，他知道如果跟他妈提住楼房的事了，他妈绝对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应付道。可是我们哪有钱买楼房呀？找你妈要呀，她工作了一辈子，积蓄总有一些的。以前是有一些，10年前我大哥结婚被他借走了，后面我二哥又结婚，我妈手上估计没什么钱。不会吧，这也太不公平了！你大哥生在前面，他就什么都有了，你结婚总得给你准备房子吧？那我妈没有能怎么办？而且我家老宅很宽敞的，现在老大老二搬出去了，都空了2个房间出来呢，我们俩结婚肯定够住的。我才不要住老房子，公共厕所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我结婚一定要在楼房里结的。如果你不去吃饭了，我现在就送你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回去。另一边，周老太已经在做饭了，秋桃在厨房帮着她洗菜，鸡鸭鱼肉周老太全买了。秋桃看着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心里不平衡？没有，不是我区别对待。我知道。还有你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小胡，重点考察这个人的人品，他的家庭。没多久，等他们将菜都做得差不多了，只听见自行车叮铃叮铃的声音。林建明骑着车进来了，车后座坐着个穿着桃红棉衣的女同志，只是2人的脸色都不太好。怎么了啊？怎么吵架了吗？林建明没说话，他是准备要将张芙蓉送回家去的，还没送到张家，张芙蓉就哭了，又说要来吃饭，他就把人带回来了。没想到张芙蓉这样不懂事，当着所有人面甩脸子。上一世老三还没结婚之前就吵吵闹闹的，最后还是结了婚。张芙蓉闹着要住楼房，来吵过我好多回，要把老宅卖了。最后2人贷款买了套小楼房，又一次掏空了我的积蓄。这一次不管他们怎么吵怎么闹，我都不过问，但是钱绝对没有。随后张芙蓉简单的吃了2口便回去了。路上林建明还是骑着车送张芙蓉，张芙蓉坐在后排，摸出周老太给她的红包。周老太给她的时候，她捏了一下，感觉厚度还可以。林建明在前面骑车，张芙蓉坐在后面，便偷偷的拆开了红封。怎么才5毛钱？这也太少了吧！你妈是不是看不起我啊？林建明黑着脸没有理他，只是默默把他送回去，便回了家。次日，林建明早早的起床，就去找周老太讨要说法。妈，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芙蓉第一次上门做客，你包红包大气一点，你怎么还是只给了5毛钱？要给多少？你好歹给个18块吧。18很吉利吗？18层地狱，难不难听？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家儿媳第一次上门给这点钱呢？他爸妈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笑话咱们呢？妈，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林建明怒吼完就蹬着车走了。还是我太善良了，即使我在不看好这段婚姻，不看好张芙蓉的情况下，还是帮着张罗了。结果这个张芙蓉还是这样死性不改，真是一帮畜生。还有那个老大到现在的钱也不还。随后周老太想起买房的念头后，就揣着借条往老大家的方向走了。他到了地方，用力敲门，听见大儿媳许梅在里面大声询问：谁呀？来了是吗？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我不能来？怎么不能来？
我给你拿鞋子。许梅打开鞋柜，拿这双也不舍得拿，那双也不愿意，磨磨蹭蹭好半天。妈，你换这双鞋吧。怎么，怕我把你们的鞋穿脏了？我还怕这双脏鞋脏了我的脚呢。随后周老太便鞋也不换了，抬脚就往屋里走，在许梅阴沉的注视下，一屁股坐在了那新款沙发上。妈，你到底有什么事？建国还没有回来，肖勇在房间里写作业，你别吵到他。也没别的事，就是我现在急用钱，来拿钱的。是这个事啊？这个事我就不清楚了。那你等建国回来了，跟他说吧。周老太并没有理他，只是自顾地巡视着这个房子。他很少来这个房子，每次来，许梅都不太欢迎，他也不爱来。后面老宅卖了，没去处的时候，但是老大和许梅不同意他来。要是林建国不把钱还给我，这个房子卖个3-4千块钱，估计还是随随便便的。隔壁屋的林小勇听见动静，立刻走了过来，看到是周老太，也没搭理他，而是问许梅：“他怎么来了？你去跟你奶奶聊聊天，我还有事要帮。”哼！看着小勇这个孙子，老太太越发愤怒。回想曾经她被这个小孙子欺负的经历，她甚至想现在杀了他。奶奶，我游戏机没电了，给我拿钱买游戏机电池。小勇啊，我的钱都给你爸爸妈妈了，没钱就滚。8岁男孩只因为奶奶没有给他买游戏机电池，就决定报复他的奶奶。他先是趁奶奶不注意把他推倒在地，又把奶奶洗好的碗一脚踢到地上摔碎，再趁着奶奶不在，在他的鞋子上撒尿，完事后又丢到外面，然后又在奶奶睡觉时偷走她的手镯，打算拿着手镯去集市上换游戏机电池。但他此时不知道家里的奶奶在醒来后找了手镯好久，他也不知道没有鞋子穿的奶奶做农活时只能光着脚。不懂事的他不会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会让他今后陷入无尽的后悔。就在3天前，老太太重生了，上辈子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儿子、孙子和女儿，这辈子她要为自己而活。死老太婆，你来我们家干什么？你走，你走！你凭什么打我的孩子？你儿子撵我走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挨打了不装哑巴了？许梅气得恨不得将周老太撕碎了，她死死地瞪着周老太。他还那么小，他懂什么？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跟个孩子计较，你还不害臊？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大儿子林建国走了进来。这是怎么了？一看林建国回来了，许梅因沉着脸将周老太动手打小勇的事情说了。妈，你做什么？你不问问你的好儿子为什么挨打？林建国看向许梅，许梅不说话，显然也有些理亏。他又对周老太说道：“不管他怎么样，你也不能打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成才。你小时候我就不舍得打你，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什么样子？小勇以后跟我差不多就行了，我就挺满意。像你一样欠债不还吗？随即周老太拿出借条：“别扯那些有的没的，这次我是来要钱的。”妈，有钱我还能不给你吗？你为什么这样逼我们？你还来把小勇打了？小勇是你的孙子，你打他不心疼吗？心疼不也得管教吗？我还没到动弹不了呢，轮得到你们来嫌弃？废话少说，把借的钱还了，要是不还，我明天就要上你们单位去。林建国愤怒地望着周老太，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拿什么还你？给儿子买房是你的责任，要钱没有？要命有3条，你要是一定要钱，就把我们一家3口的命拿去吧。”林建国，我不吃这一套，既然你们铁了心，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随后周老太站起来，拍拍屁股，最后看了林建国一眼，开门走了出去。等人走了，许梅又找来拖把将地拖了一遍，又拿来鸡毛掸子，将周老太坐过的地方仔仔细细的弹收拾了一遍，才扭头问林建国：“建国，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老太太还能拿我怎么样不成？万一她明天真去你单位呢？”“放心吧，老太太不会去的。”周老太那边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一进门，秋桃就先抱怨起来了：“妈，你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3哥和4哥都出去找你去了。”周老太听秋桃说2个儿子去找自己了，她那在大儿子那含得透透的心不由得一暖。可紧接着，周老太就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这样容易被感动，这2个逆子以后还是会对我不好的。我这么大个人了，又不会走丢了。话虽这样说，她还是让秋桃去把2个儿子叫了回来。妈，你上哪去了？去找你大哥要钱去了。你不是说给他们1个月时间吗？要是想还钱，用不着等1个月；要是不想还，1个月到期他们也不会还的。这钱我要回来有用，所以就提前去了。是不是给我准备的结婚钱？你想都不要想，钱你拿回来不给我们结婚用，你干什么用？我有别的用处，鼠目寸光的东西。现在赶紧买房子，拆迁了能分到多少钱？可我又没有存款。妈，你不支持我钱的话，我怎么结婚？我不知道，又不是我结婚，我怎么知道？妈，那你到底从大哥那里要回来钱没有？你说呢？
肯定没有，老大真是占尽了便宜。早知道我早投胎几年当老大好了。不吃饭就出去。妈，吃饭。生这么多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生女儿贴心。对了，秋桃，你以后上班一定要小心那个胡志光，别被他占了便宜。知道了，妈。次日，秋桃早早的起来，做好了早餐。秋桃坐着林建生的车便出门了，来到工厂，胡志光就在旁边等候着。看到他从林建生的车上下来，连忙凑上来跟林建生打了个招呼。我听秋桃说，他们车间有活动，怕排练期间你晚上送他回去，那就要麻烦你了。我们在家等着秋桃，希望你平安准时将他送回家。四哥放心，我肯定平平安安的将秋桃送到家。等林建生一走，胡志光就立刻的将他从家里带来的煮鸡蛋递给了秋桃。我在家里吃过了，你留着吃吧，这是我妈早早就起来煮上的，一定要我带一个给你。你看我妈多关心你，你总不能辜负她的心意吧？那好吧。秋桃接过鸡蛋，上面还残留着胡志光的体温。入手的那一瞬间，不知道怎么的，秋桃心里竟有些反感。另一边，周老太吃完早饭，差不多到9点钟了。他出了门，坐上了公交车，在老大林建国的单位附近停了下来。周老太没有贸然闯进去，而是来到门卫室登记信息。他先是表明身份，因为林建国欠债不还的事情，要求见林建国的领导。这哪有父母找儿子要债要到单位来的？我这可不敢耽误，万一这不懂事的老太太闹起来了，可就有笑话看了。接着门卫便赶紧连忙拿起电话，给领导的办公室打了进去。领导了解了情况，也通知了放行。没过多久，他便找到了主任办公室，里面坐着的是一位中年男人，望着自己的眼神像是如临大敌。这是把我当成胡搅蛮缠的那一挂了。接着周老太便将那张发黄的欠条放在了领导的台面上，详细的讲述了当年借钱的情况。领导，今天我过来不是来给你们添麻烦的，实在是林建国将我的存款全部借走，现在家里困难，林建国却拒不还钱，我只能找你扣他工资给我了。领导听完了原委，皱着眉头，将欠条拿起来看了又看。这明明是家事，却闹到单位来。从周老太的描述里，林建国确实也太不像话。10年过去了，1分钱都不还，怎么都说不过去。要不我把林建国喊过来，你们母子坐在一块商量一下。可以的，当着你们的面，我也想听听林建国怎么说。随后正在车间里工作的林建国很快就被叫到了办公室来，看到周老太，他的心脏都要被吓出来了。妈，你怎么真来了？你说没钱还我，我只能来你单位和你领导讲讲欠债还钱的道理。你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借的时候说慢慢工作还，10年了，1毛钱都没借你还过。我有钱我就还了，没钱我拿命还给你吗？你没钱不要紧，我找你们单位代还，扣你每个月的工资就行。谁家儿子结婚，家里不支持的，你还闹到我单位来？有你这样当妈的吗？有你这样做儿子的吗？自私自利，别废话了，这钱你还不还？一句话，领导，我现在就要求你们单位帮林建国代还这笔钱，在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扣。主任也很为难，可周老太非常坚持这个方案，还说如果他不同意，自己就要每天都来工厂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林建国我养大了，他踏入社会之后，教育责任就落到工作单位头上了。现在他欠钱不还，思想有问题，都是你们单位没有教育好，这个责任你们起码要负一点。林建国气了个半死，钱他有，就是不愿意给。可周老太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领导又做他的思想工作，明里暗里谴责他不该，最后一狠心提出跟周老太单独谈谈。妈，是老三还是老四逼你？妈，你别听他们挑唆。喝钱是你明明得利最大，却还是埋怨我偏心。这辈子我的心只想留给自己，你们哪个都休想得到。林建国，其实从你把钱骗到手那一刻开始，你就没想过还钱吧？妈，这笔钱你一定要回去，我砸锅卖铁也还给你。可你这样逼我，我们就只能恩断义绝。行，你现在要跟我断绝关系，也就是以后不再承担我的养老责任，把我养你的这18年折算成钱还给我，你连本带利一共支付我9000块。林建国吓了一大跳，他说断绝关系，可没想额外支付老太太钱。你凭什么算利息？当初借钱给我的时候也没有提过利息，我顶多把4000本金还给你。当初让他写欠条确实也没有约定利息，不过现在想要赖账，还真当我拿他没办法了。周老太瞥见办公桌上有一把钢尺，不由分说朝林建国脸上抽去。坏了，母子俩谈崩了。随后看到周老太拿着钢尺追着林建国打，林建国连挨了几下，想抢走钢尺，被周老太照脸狂抽，打得他抱头鼠窜。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动起手来了？林建国不想还利息，想赖账，我就抽他一顿，算利息了。好，哪吒提肉还母，2000块钱加上那4000，一共6000，我还给你。以后母子断绝关系。
紧接着主任见劝不住，给了林建国半天假，让他处理这件事。之后周老太怕林建国反悔，周老太跟他一起回家拿存单，在银行取了6000块出来。哼，你记得立字据，可别反悔。放心吧，绝不反悔。随后他找银行柜员要了一张白纸，借来笔，递给林建国。林建国一口气刷刷刷写完，俩人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找来柜员的印泥，按下了手印，一式2份。林建国拿起其中一张，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晚上，周老太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但是明显心不在焉。秋桃还没有回来。妈，要不我去接秋桃？不用。话音刚落，听见大门嘎吱响了起来。我回来了，好冷，今天排练了1个半小时，累死了。吃了吗？吃了，在工厂吃的。然后周老太又将脸转回电视了，那姿态明显是放松了不少的，转而指挥老三填炉子。明天早上，建生你送一下秋桃。好啊，你干嘛去？我明天早上去接一下你嫂子，她自行车坏了，还没修好，让我先送一下。接下来一连好几天都是胡志光送秋桃回家，他对胡志光保持着警惕，但胡志光却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也就慢慢的也放下了戒心。路过小公园的时候，胡志光提出进去走走，秋桃也没有拒绝，胡志光便跟秋桃聊起自己的家庭，秋桃也分享着自己的人生。如果当初周老太让我读高中，不去读中专的话，胡志光突然拉过他的手，含情脉脉地说道：秋桃，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我永远不会让你受委屈。之后胡志光便把秋桃送到了家。秋桃轻手轻脚地走进亮着灯的客厅，看到作息规律的周老太还坐在炉子旁边。啊，妈，你怎么还没休息？今天有点睡不着。之后周老太什么也没说，便起身回房去了。第二天秋桃下班后，胡志光又找到了秋桃，提出跟他去公园走走。还是早点回去吧，我妈在家等我呢。你让她别等不就行了？可是我妈等不到我回去，会担心的。等你嫁给我了，你妈就不会担心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妈不同意我这么早结婚，那天你也听到了。可你也得理解我，我爸妈身体一直不太好，就盼着我结婚呢。前面你答应跟我早点结婚，老两口听说以后特别高兴，让我带你回家吃个饭。这个我得回去问问我妈。行，那我等你消息。晚上，秋桃回到家做了很久心理建设，才跟周老太说起胡志光邀请她去他家里吃饭的事情。不行，为什么？姑娘家要矜持，没有结婚打算的时候，不要轻易去男方家。你下次也不要将小胡带回家，真正谈婚论嫁的时候再说。可是我跟胡志光已经打算要结婚了，是你不同意。你都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怎么结婚？我们可以先摆酒席，等到法定年龄了再登记结婚。你们以前结婚不都是这样的吗？我身边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闺女这样结婚的，不嫌丢人吗？这句丢人彻底点燃了秋桃的怒火。她突然想起胡志光说的那句，他妈不同意他结婚是因为想让他给家里贡献几年工资。你不就是想要我的工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我今年结婚和20岁结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现在结婚就不能再给你上交工资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接着周老太深吸了几口气，将情绪压了下去。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你自己留着，只交生活费。你是姑娘吃的少，交30块就行。我还是那句话，在你到法定结婚年纪之前，不要考虑结婚啊。秋桃，那小胡给你灌迷魂汤了，我和老三都还没有结婚呢，你最小，着急什么？你懂什么？随后秋桃起身回自己房间去了。她觉得跟林建生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是儿子，从小就享受不一样的待遇，这个家里只有大姐知道她的处境。到了第二天，秋桃和胡志光从厂里出来，就在门卫室看到了林建生。秋桃回家。四哥，这大冬天的你过来接秋桃多麻烦，我也要排练，顺便就把她送回去了。也没有，我晚上也排练着呢，顺道过来把秋桃带回家了，以后我过来接她就行。此时张兰兰等人出来了，一眼就认出了林建生。秋桃，你哥哥对你可真好啊，大晚上这么冷也过来接你了。还好吧？走吧。秋桃看了一眼胡志光，既然四哥来接你了，那你就坐四哥车回去吧。接下来林建生和林建明每天晚上都轮流来接他。有一次路上正好遇到了春桃，两姊妹好久不见，春桃邀请秋桃来她家坐坐，秋桃便答应了。于是休息日这天，秋桃也没有去胡志光家里吃饭，她去了大姐春桃家。妈，我去大姐家。正好，我也好久没去了，那一块去吧。好啊，那一块去吧。对了，隔壁你宋妈家今天有人来看房子，让我过去帮忙，我就不去了。随后周老太来到了宋老太家，正好看见宋老太在家里抹眼泪。老宋啊，你哭啥呢？看房客看了一圈，说房子一口价8000块，大儿媳觉得这个价格再凑点钱可以买个2居室楼房住，可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楼房再舒坦也没有老房子舒坦。卧槽，我记得上辈子宋老太家这个祖宅拆迁时也赔了2套房子和现金10来万啊。现在我们都老了，全看后辈们的想法，他们不愿意在老城区住也没有办法。可要我说，楼房那么窄，哪有老宅宽敞呢？你们家老大老二不也劝你卖了老宅吗？你卖不卖？死也不卖。后面从宋老太家出来，周老太在周围溜达起来。现在看来，她最要紧的是只能看一些小房子，尽快产权独立，避免纠纷。转了一圈，没看到谁家要卖房子。另一边，秋桃也到了春桃家里。秋桃，快进来，我正收拾着呢，你坐一下。姐夫还没有分到房子吗？厂里等着分房子的人这么多，好
多都是双职工，轮得上他吗？唉，光看这房子就知道姐姐生活也舒服不到哪里去。一上午，姐妹俩都在收拾家务，这一忙就到中午了。春桃留妹妹吃饭，特意多炒了一盘鸡蛋。炒这么多鸡蛋啊？中午加个菜。中午大军和你爸也不回来吃，拿个盘子来匀一点，给他们留上吧。行。吃过饭，春桃婆婆也躺上床休息了。春桃一个人轻手轻脚的刷碗。你忙吧，姐，我还有事，先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秋桃回到家，心情沉重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想起了春桃现在睡的床，又小又窄，隔壁就是小叔子的床，中间只隔了一张帘子，隐私是不存在的。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大声喘气，隔壁还睡着公公婆婆。女孩子嫁了人才有家，如果是这样的家，我还想要吗？不，我不要，绝对不要。都怪我妈，为什么不多考察考察男方的家庭，让春桃嫁到了这样窘迫的人家，连吃盘鸡蛋都要算计。正想着，秋桃便听见有人进院了，从窗户看出去，进来的是他妈。怎么了？去你大姐家了？妈，你知不知道大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发生什么事了？随后，秋桃将在春桃家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妈，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那你应该好好了解胡志光的家庭，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和春桃家不是一个样子？胡志光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的啊，你不让我去，我怎么了解？你还不知道吧？以前在相亲的时候，借别人的房子来招待女方，等结了婚才傻眼，他家真正的地方小的落不下脚。不可能，真有人家会借亲戚家房子欺骗女方？这样，下次那个小胡请你去他们家吃饭，你就去看一下。知道了妈。对了，你说大姐现在这个日子过成这样，怎么办啊？你大姐现在的情况，那也是她自己选的，别光说你姐了，这马上元旦了，胡志光都没点表示啊。到时候再说吧。没过几天就是元旦了，张兰兰鼓动大家把化妆品带来化个妆。秋桃没有化妆品，胡志光得知这个事情之后，便主动买了一套化妆品送给秋桃。我不要，这化妆品太贵了。别说一套化妆品了，你要是愿意要，我现在就可以将工资都交给你。秋桃不由有些感动，再加上她确实也需要，就收下了。胡志光趁机又提起去他家吃饭的事情。秋桃刚收了人家送的礼物，再加上他想起春桃婆家的情况，便答应了。元旦当天，大家把带来的化妆品摆出来。哎，秋桃，你这套化妆品是什么牌子啊？胡志光送的吧？看着还不错。咦，这个粉感觉好粗呀，上妆应该不好看。果然化完妆后，秋桃一照镜子，被吓了一跳，妆容斑驳，白得像女鬼似的。再傻也明白了胡志光送自己的这套化妆品真的很差，效果是很一般。要不你擦了，我给你重新化。不用了，就这样吧。节目表演完以后，张兰兰妆都来不及擦，带着秋桃一路风驰电掣的往林建生厂子赶。他们转了一圈，顺利找到了后台入口。林建生正背着吉他和乐队其他人走了出来。秋桃，你怎么在这里？倪兰怎么了？秋桃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可能路上太着急，出了汗。秋桃脸上的妆容已经完全花了，拿出帕子胡乱擦了一下。没事。这两个姑娘是谁啊？建生，你不介绍下？这是我妹妹秋桃，这是她的同事。建生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呀，认识一下，我是王峥。秋桃对这个王峥有点印象，头发留得很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连忙将头撇开。对不起妹妹，你脸上化的什么妆？真独特。二流子做派，谁是你妹妹？大概是她笑得友善，秋桃除了尴尬，倒不觉得生气。说话间，一道突兀的女声响起来。林建生，我给你送的花，怎么不拿？谢谢你的花，不过我一个大男人用不着。接着林建生把花接过来就放在一边了，没想到吴倩竟然过来堵他。林建生，我们要骑车来，你可以送我回去吗？送不了。瞬间吴倩眼睛就红了，看着林建生也不说话。张兰兰看了看林建生，又看看吴倩，心里已经大致明白了。桃儿，那你跟你哥回去吧，我也要回家了。好吧。等秋桃到家的时候，周老太还没睡觉。今天你们的表演怎么样？不咋样。随后秋桃将自己的包拿起来，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全倒了出来。看着还挺好的，是什么东西？咋扔了？呵，垃圾。谁送的？胡志光。紧接着第二天上班，秋桃就在门口碰到了胡志光，显然是在那等他的。昨晚上你跑哪去了？我在后台找你，找了好久都没找着你。我问你，你给我买的化妆品是在哪里买的？在街边的一个店子，专门卖化妆品的，我也没注意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懂化妆品，让人家给我推荐的，说是他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怎么了？没事。唉，胡志光可能也是叫人骗了。还有，我问一下你，哪天休息吃饭的事情，我安排一下。下个礼拜天吧。行。傍晚，秋桃回到家后，就看到周老太他们在讨论林建国还钱的事。我们已经把欠的4000已经还给老太太了，还额外给了2000。另外，现在你们住的这栋老宅是林建国他爸的遗产，按法律林建国应该有份分上一点。行，我可以补偿给他。这房子顶天值个1万块，你那份我最多只能给1000。这跟我预期差的太多了，但看周老太的意思，不会多给了。算了，1000块也是钱，先拿到手再说。行，你说行没有用，等着过年人齐了，我去找个律师起草协议。听他这样说，许梅也同意了。
还有，秋桃过2天你去胡志光家的时候，多观察观察，有什么情况回来跟我讲。好的，妈。接着到了礼拜天下午，秋桃便拎着苹果来到了胡志光的家。阿姨你好，快进来，快进来。一进门，秋桃就发现这房子挺大的，一看就是那种殷实的家境。但秋桃却想起了周老太说的那句：现在人相亲会借别人家的房子来充当门面。叔叔阿姨，我也来帮忙吧。因为徐凤梅想试一试儿媳的手艺，便说：那你帮我摘摘豆角就行了。等等，盐呢？接着徐凤梅到处都没找到盐，于是让胡志光去买盐。然而等秋桃去水池边一抬头，看到水槽上方的置物架上摆放着半罐盐。盐不在这吗？对，这就是盐，还以为家里的用完了，厨房我忙活就行了。秋桃你歇着去。于是秋桃坐回沙发，注意到客厅对面的墙上有几个方方正正的印子，像是原先上面贴了什么东西被撕下来了。吃完晚饭，差不多已经6点，徐凤梅便叮嘱胡志光送秋桃回家了。妈，你知道怎么验证他们家的房子是借来的吗？简单，你再多去几次，看看到底是谁住在里面，不就知道了吗？或者小胡下班的时候你跟踪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回那个房子。行，我明天下班试试。第2天下班时，秋桃直接拉着林建生和他一起去了一趟胜利小区，在昨天来过的楼下蹲守。他和林建生这一等就是1个多小时，没想到等来了一个熟人。林建生和秋桃从树荫底下跳了出来。郑哥，这么巧啊？要不要去我家里坐坐？不用了，我们在这待一会儿就走。客气啥？我就住这里。大冬天的外面这么冷，你看秋桃妹妹鼻子都冻红了。哎，郑哥，我跟你悄悄打听个事，你知不知道这栋楼上302室的主人家他们姓什么啊？姓胡。搞半天，原来你是想来确定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你对象家的房子啊？没过一会儿，秋桃的脸就涨得通红，但这下她也算彻底放心了。被这么一耽误，两人回到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妈，你错了，那房子就是胡志光家的，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不可能，你找谁打听的？不信你问四哥，四哥的同事就住在同一栋。是真的，妈。如果胡志光家真有这么个房子，那为什么前世他们一家子要挤在一小间平房里呢？我不信。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胡志光就行了。隔天，秋桃做早餐时多煮了1只鸡蛋，给了胡志光。胡志光惊喜极了，准备加一把火，邀请秋桃去看电影。秋桃就爽快地答应了。四哥，我跟来来约好去看电影，今天你先回去吧。行吧。随后林建生又回到了工厂，一群年轻人打完篮球又点了烧烤啤酒，一直到晚上11点才散场。王峥有点喝多了，林建生有点不放心他，把人送到胜利小区，准备回家时，突然王峥叫住了他。302室那家儿子都结婚了。因为林建生没听明白这句话，便没放在心上，直到凌晨12点到家。秋桃起床给他煮热汤时，王峥那句没头没尾的话才突然从脑海里冒出来。他猛地坐直了，急切地对秋桃说：王峥说302室那家的儿子全结婚了。秋桃一愣，随后脸色一变。四哥，你是不是喝醉了？要不你明天再去好好问一下王峥吧。也行。第2天，林建生找到了王峥。你昨天说302室那户人家的儿子全结婚了，是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他们家2个儿子结婚的时候都请了街坊邻居的，我还能不知道吗？你确定你说的是姓胡的那家吗？是，没错，3楼只有他们家姓胡啊。见得到了答案，林建生一下班回到家，就将王峥的话全跟秋桃说了。见秋桃脸色不对，他提议道：要不这样，明天你自己回来，我跟踪一下小胡，看他是不是住在胜利小区。好。第2天下班，秋桃坐公交车回了家，林建生就跟在了胡志光的背后。秋桃一到家，就看到周老太在院子里用塑料膜搭了个简易的温棚，在捣鼓温室种菜。真是年轻的想不上班，年纪大的闲不住，不如你去摆地摊好了。现在好多退休老太太都去摆地摊。可是我能卖点啥啊？卖葱油饼啊。妈，你做的葱油饼那么好吃，卖去吧，肯定生意好。那卖葱油饼不得有煤炉子，还要弄的小车，好麻烦啊。你卖葱油饼也不用弄板车啊，弄个能提着走的煤炉子。3哥4哥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帮你把炉子提出去了，上面摆烙锅，点上煤，支一张小桌子，也不用去别的地方卖，就在前面路口，整天上班下班的人多了去了，生意肯定不错。这丫头头脑可以啊，我一辈子只知道死上班，根本就没想过做生意赚钱。行，明天我试试。晚上，林建生回家后，秋桃便立马追问他胡志军的情况。4哥怎么样？胡志光没去胜利小区，他去了纺织厂的老家属区。我还跟巷口开小卖铺的打听了，胡志光家就在巷子里的家属院里，家里只有1间小平房，是胡志光他爸以前的没分的小房子。秋桃，你自己掂量掂量吧。接着林建生又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跟周老太讲了一遍。正当他们说着话时，秋桃突然问起周老太：妈，你是怎么知道胡志光家会借别人房子的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有一些人家会这样做。秋桃没有回应，匆匆洗漱之后就回房了，但心里已经打定了明天和胡志光分手的决定。第2天下班后，在工厂外，他看向胡志光：胡志光，我觉得我们不适合谈朋友，就这样算了吧。
为什么？胜利小区302室是你的家吗？不是我家，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们家不对，我们家条件不好，之前相亲的对象去过一次我家之后就拒绝我了，我怕你也这样，我真的不想失去你，秋桃。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我们的关系到这里结束了。操，我不同意分手，秋桃，我不同意。胡志光，你别不要脸。秋桃，你最好想想清楚，你跟我处对象的事情全场的人都知道。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道刺耳的刹车声打断。林建生骑着小绿车急刹在他们身边，皱着眉盯着胡志光拉着秋桃的手，语气不善。喂，你要对秋桃干什么？四哥，我们走。秋桃，怎么回事？特么的，我要跟胡志光分手，他不肯，想纠缠我。秋桃，你不要乱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分手？行了，既然秋桃跟你说了分手，那就好聚好散吧。秋桃有4个哥哥，你想纠缠的话，得掂量掂量自己扛不扛走。胡志光好像没被吓到，阴沉的看着秋桃。到家后，老太知道秋桃提了分手时还挺惊讶，心也跟着放下了大半。这下他也可以安心的去摆摊了。哎呦妈，摆摊能赚几个钱呀？又辛苦又冷，你舒舒服服的待在家里不好吗？我才50多岁，还有几十年好活呢，也不指望能赚多少钱，打发时间。第二天，在周老太家路口已经有2个摆摊卖早餐的了。看到新加入的周老太，两人各有各的脸色。其中一个跟周老太认识，她叫桂香。周大姐，你有退休金还来摆摊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呵呵，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拿惯工资的人能吃得了摆摊这个苦？这条街人流量这么高，你管我吃不吃得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说，你这个拿退休金的人，犯得着跟我们这辛苦讨生活的人抢生意吗？你凭什么不让我在这摆摊？你给我刷过几个子？谁还嫌钱多啊？你知道挣钱花，别人也知道挣钱花。这个肉饼老太没想到周老太不是等闲之辈，嘴皮子利索，不像她之前表现的那样软弱。周老太也被惹生气了，明天她也要把肉饼加上1块卖。第二天的量准备的多，卖了2个多小时才卖完。周老太这边顺顺利利，秋桃却在厂里遇到麻烦了。秋桃，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没话要跟你说了，我也不想听你说什么。你要是不跟我谈一谈，我保不准会做什么。你是男人就别纠缠。秋桃，你别逼我。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那我们就在这说。反正也是在厂里，料胡志光也不敢对我做什么。于是秋桃就跟着胡志光朝车棚走去，那里没什么人。我不同意分手，如果你一定要跟我分手，我只好告诉别人我们俩已经睡过了，到时候你名声可就全完了。特么的，胡志光你这个王八蛋！秋桃，你也别怪我，我也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不想失去你。如果你一定要抛弃我，我不能保证我会做什么，你别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说得出做得到。秋桃扇了胡志光一个耳光，给我滚！另一边，张兰兰发现秋桃不见了，担心的在工厂找了一圈，最后在更衣室找到了秋桃。秋桃正躲着人在哭。秋桃，你咋了？怎么哭了？秋桃扑进张兰兰怀里，都怪胡志光那个混蛋。犹豫半天，秋桃还是将胡志光威胁她的事情给张兰兰说了。卧槽，胡志光这个贱人，卑鄙小人！张兰兰看着秋桃，叹了一口气。现在你跟胡志光分手了，我才敢跟你说，其实胡志光在厂里名声不太好的。但凡厂里有新来的女工，年轻的没对象的，他都要追求的。只不过他个人条件也不怎么样，所以没人愿意跟他处。所以别人都是火眼金睛，只有我是真的瞎了眼了。你太年轻了，容易被他这种老油条哄骗的。现在分了最好，你放心，工厂不是法外之地，对付胡志光这种泼皮无赖，有的是法子。随后胡志光等了2天，秋桃对他还是视而不见，这下只能使出绝招了。他主动跟车间里的男同事吹嘘，秋桃已经把第一次给了他，只是胡志光还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就先等来车间主任和厂领导的传唤。办公室里还有2名民警，原来是秋桃报警了。为什么事情发展的跟我预想中完全不一样？胡志光，你涉嫌造谣诽谤，现依法处置你行政拘留15天。对于胡志光，工厂果断做出决断，给予胡志光开除处分。秋桃很意外这个结果，还多亏了张兰兰让秋桃在同事间散布胡志光借亲戚房子招待他的事情，又去找了厂领导说明情况。最后在胡志光造谣的时候，在厂领导的帮助下果断报警，不然要解决这件事，他起码要被包层皮。兰兰，这次真的谢谢你。要谢我啊？很简单呀，休息日的时候你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怎么样？这没问题啊，休息天你来我家，我亲自做饭给你吃。随后秋桃回到家，将胡志光被拘留被开除的事情给家人说了一遍。周老太又惊讶又欣慰，懂得保护自己了，做得对。秋桃，这个张兰兰恐怕在你们厂里有关系吧？什么？我没听兰兰说过呀。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你们厂领导会这么重视吗？这种事情全凭领导心情处理，如果他没有关系，这个事情100%会被厂里按下去的，又不是什么好事，顶多厂领导出面警告胡志光，不可能报警把他送去拘留，还把人开除了。
秋桃，你们厂里有没有领导姓张？副厂长姓张，那他有可能就是张兰兰的亲戚，这回遇到了贵人，算你运气好。之后秋桃自己琢磨起来，车间主任确实对张兰兰很客气，以及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他骂过张兰兰这些事，好像这一切都有迹可循了。另一边周老太却栽了个跟头，这天下午周老太照例出摊，一到地方却傻眼了，她放在墙角的炉子不见了。大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炉子被谁拿走了？我不知道，我又没有义务帮你看炉子。周老太心里大概有数，她那炉子老沉老沉的，别人估计不会有，多半是这肉饼老太搞的鬼。可她没有证据，又没亲眼看到肉饼老太拿走了她的炉子。周老太回到家越想越气，正好此时下班的林建明就撞上了这个霉头。妈，明天芙蓉来咱们家吃饭，她最喜欢吃排骨。明天早上你去菜市场买2扇排骨回来。买你妈个头！我是你请的保姆吗？你还安排上我干活了？不是，你咋了？干嘛朝我发火？咱们今天剩了这么多饼子，平时不都才几个吗？今天下午没做成生意。紧接着周老太就把炉子不见的事情说了，她想了一下午，还没想到报复的手段。肉饼老太有3轮车，要想扔她的炉子很简单，放上3轮车就带走了。这肉饼老太过分了，得教训教训她。你有什么办法？交给我来吧，你就放心吧。第二天早上，因为周老太没有出摊，肉饼老太生意好得多了，心里高兴得很，守了一早上摊子，尿胀得慌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看着空空如也的街道，爆发出了哭嚎：你奶奶个三角篓子的，哪个该死的偷走了我的炉子，我的3轮车，我的桌子，哪个挨千刀的？接着晚上，林建生回到家后，便把整件事情向周老太交代了一遍。当时肉饼老太尿急，我正好趁这个功夫把他的东西一股脑搬上了3轮车，骑到了2里开外，停在了路边。他是这辈子都找不到了。哈哈哈！恶人自有恶人磨，还得是你。对了，妈，我跟芙蓉处了也这么久了，我们有结婚的想法了。那你们结婚之后住在哪里啊？我想买套小房子，妈，你手上的钱能不能先支持我啊？可以啊，你也有继承你爸份额的权利。如果你也愿意现在把这个份额折现，我可以支付1000块买这个份额，你考虑考虑吧。行。之后林建明把周老太的意思和张芙蓉说了后，两人一合计不买房了，就算租房双职工压力也不大，准备放弃老宅继承权，把这1000拿到手。另一边，因为张兰兰之前帮秋桃摆平了胡志光，秋桃特意请他到家中做客。周老太得知后就没去摆摊了，准备做顿好的招待张兰兰。秋桃、张兰兰进门，兰兰来了，快来屋里坐，冻坏了吧？阿姨您好，给您添麻烦了。你们先坐会儿，我去做饭。不到一会儿，周老太饭就做好了。秋桃，你4哥怎么还没回来？有时候他和同事出去玩，就不回家吃晚饭了。之后张兰兰这顿饭吃的有些心不在焉。吃完饭，张兰兰坐在沙发上，跟秋桃兄妹一起看电视。正在这时，院门处有了动静，林建生骑着他的小绿回来了。哎，家里来客人了。4哥，哈哈哈！哎，林建生舒服的瘫在沙发上看起了新闻，时不时的跟林建明讨论2句。张兰兰插不进话，只能干坐着。眼看时间已经过8点了，张兰兰必须告辞了。林建生念着张兰兰帮过秋桃大忙的人情，主动站起来：“我送兰兰吧。”那谢谢4哥了。2人出门，随后2个人便离开了。好半天，林建生才缩着脖子骑着车回来了。人送到家了吗？这还用说吗？不过张兰兰家条件看着确实不错，独栋小楼，不如你去他家做上门女婿，过好日子去。谁不乐意过好日子呀？也要别人愿意才行。万一兰兰愿意呢？4哥，你要是有想法的话，我去跟兰兰说。算了吧，女人太麻烦了，别给我找事。我记得前世林建生是被老4媳妇倒追的，还是老4媳妇给老4灌醉了，2人睡了一夜，老4为了负责才答应在一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张兰兰，这老4桃花还怪好的。敲门，林建生去开门。哟，老大老二，你们咋来了？我们有事找周老太。什么事？妈，我们今天跟老二姨家过来是跟你谈一谈遗产继承的问题。你上次说给我们1000块要买断我们的房产份额，是有这事。水英，你们也决定好要提前换成现钱吗？妈，我们商量着去做生意，现在厂里绩效也不好，还缺点本钱。行，老3老4，你们俩什么想法啊？我还没有结婚呢，还要在这里住，我不卖。虽然张芙蓉也怂恿我拿钱，但我也还没有结婚啊。现在就将份额卖了，万一周老太赶我走呢？她现在可不是个疼爱孩子的母亲，那我也要保留。秋桃和春桃也占他爸遗产的1/7，不过我给你们俩做主，现在不卖。春桃拿着1000块去白白给她婆家花了，后面她真需要钱的时候我再给她。秋桃还小，这钱暂时也不分，日后结婚了，我会把她的这一份当做嫁妆给她。周老太一直不在乎我们这2个女儿的，现在却这么为我们考虑吗？算了，可能妈就是说说而已。林建军，老大给了我2000，算是还我养他的钱，你呢？以后妈老了，我们肯定会给钱的，所以我们就不买断了。妈，现在我们确实有点困难，
再说了，现在老三老四都还没有结婚呢，等他们俩结婚了，大家再坐在一起商量你养老的事情吧。行，那就等老三老四结婚，你们几个后面要是不给养老钱，我就把你们告到法院去。随后，周老太将公证时间、证件打听清楚后，通知了老大、老二。第二天下午，母子三人走到办事窗口，工作人员在听完他们诉求之后，起草了一份文书，母子三人签好字。周老太满意的收起了文书，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事情，他还没有立遗嘱呢，保不齐这些逆子为了继承他的钱，对他做什么？同志，我能不能公证一下遗嘱啊？我要把我的所有遗产捐给社会。妈，你要是不想把遗产给我们，你留给老三老四也行啊。我的遗产我自由处置，与你们无关，谁也别想从我这得到1毛钱好处。周老太揣着这2份文书回了家，当着其他子女的面，周老太公布了今天2份公证文件的内容。妈，你在想什么？你这么多孩子，一个也不顾了吗？我顾你们，谁顾我啊？谁不把我当老妈子一样使唤干活啊？谁不把我当血包一样，个个都伸手找我要钱啊？谁把你当血包了？老三，以前从没交过钱给我的，你攒了多少钱娶媳妇呢？你不就是想着你结婚由我出钱，才那么放心大胆的不攒钱吗？我告诉你，老大老二结婚我出了500，到你结婚我同样也出500，其他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林建明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只当周老太在说气话。没过几天就是腊月，林建明俩兄弟早起扫雪，周老太继续出门摆摊，胡老太离开后生意也变好了。周老太这1个月光靠摆摊就挣了1000出头，决定喊上秋桃去买新衣服。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买不买的先试试再说。老太太，你闺女穿着这衣服就是好看哈，好看那就买。接着周老太接过秋桃手上的新衣服，拿着就往柜台走。妈，这衣服很贵的，我没有钱买，我给你买。随后他们又买了其他小东西就回了家。咦，秋桃，你领的什么东西？没什么，妈给我买的新衣服。10天后，到了大年初1，秋桃早早地穿上了周老太给她买的新衣服，恰巧碰到了刚吃完早饭的春桃两口子。你这衣服真漂亮啊，到底是上班挣了钱了？妈买的，等年过完了，百货大楼就要打折了，到时候你也去买一件好衣服。哎，我哪儿舍得这么花钱？话说完以后，春桃去厨房帮忙做饭，李军跟2个小舅子在客厅说话，周老太就将之前遗产的事情跟春桃说了。你爸的那1半遗产，你也有一份。不行，我都出嫁了。随后春桃回到家，把今天周老太说的话跟李军说了。李军原本听得很高兴，听到春桃拒绝了，立马就急了，见自己劝不动春桃，又把这事跟他妈说了。2人天天变着说法的逼春桃回家拿钱，春桃顶不住婆家的压力，只好回了娘家来。今天怎么回来了？妈，你上回跟我说的我爸的遗产我有一份，让李军知道了，想要我拿上这笔钱，我是不要的。下次李军来，你就说我几个兄弟不同意分钱，所以不分给我了。这笔钱是你爸的遗产，也只赠予你一个人，跟他们姓李的没有关系。我不要，我都出嫁了，还回娘家来跟兄弟争抢，要是传出去，都要丢死人了。你继承你爸的遗产，那是你应该得的。现在都什么社会了，你的思想怎么还这么落后啊？妈。接着春桃心情沉重出了门，正好碰上了在巷子里学车的秋桃。开年上班之后，秋桃就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下班以后，秋桃就骑着车慢慢的往家走。走出厂区没多远，就被胡志光眼神阴沉的站在秋桃车前，拦住了他的去路。秋桃，你添油加醋在厂里找关系，让我被厂里开除，还被关了半个月，档案上有了污点，现在什么工厂都不要我，你说一说怎么赔偿我呢？滚开！你少在这胡搅蛮缠，你再这样就不怕我找派出所报警吗？你去报案啊，我又没对你做什么，从今天开始我就天天缠着你，反正我工作也丢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啊？你必须赔偿我2000块钱，我就放过你，不然咱们就走着瞧。胡志光拽着秋桃的自行车不撒手，正僵持时，突然一辆高大的形状奇特的自行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秋桃，怎么回事？他纠缠我，不让我走。王峥蹬起自行车撑子，从自行车上下来了，照着胡志光的脸就是一拳。反应过来后，胡志光也不肯吃这个亏，举着拳头就朝王峥砸过去，2人瞬间扭打到一起。王峥很快将胡志光打得爬不起来了。秋桃怕把人打出好歹，给王峥惹上麻烦，连忙上前去拉人。峥哥，你没事吧？没事，纠缠人家小姑娘算什么本事？下次你再敢纠缠我妹子，我见你一次打一次。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纠缠她了。警告完胡志光后，王峥就把秋桃送回家了。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时，当天晚上，王峥弟弟就找上了秋桃。原来是王峥因为和胡志光打架被带去了派出所。秋桃一听就急了，和林建生一起跟着去了派出所。恨不得把我打成这样，他必须向我道歉。赔钱可以，给你这个孙子道歉做梦。胡志光挑事在先，王峥只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这是我们俩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凭什么打我啊？他是我对象。最终2人在派出所的调解下，不得不签了和解书。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深夜。
深夜了，王峥坐着警车来的，没车回去，是骑着秋桃的车走的。明天早上我把车给你送回来。没事，峥哥，不用着急，今天还得多谢你。嘿嘿嘿，不用谢。没想到王峥说到做到。第二天早上，周老太一打开门，就看到了王峥蹲在门口。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快来家里坐。我就不进去了。阿姨，您这是要去卖早餐吗？我帮你。好好，秋桃昨晚的事多谢你了，来尝尝我做的葱油饼。过了一会儿，林建生骑着车出来，在周老太那里拿了个饼做早餐。王峥便坐上他的车一起上班去了。他们走后没多久，周老太准备收工了，就因为老三林建明要结婚了，求着他和亲家见个面，一起吃个饭。亲家，你们坐。建明他吗？我们话先说到前面，芙蓉的堂姐们结婚，彩礼没有低于2000的，她也一样。钱女士，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家只有这个条件，2000块钱我真够不上。不过林建明可以去上门，我养他这么大，我不要2000块，你给我500块就行。卧槽！钱秀丽鼻子都要气歪了，拽着丈夫站起来，招呼女儿拔腿就走。林建明吓得脸都白了，连忙追上去说好话，又垂头丧气的回来，眼睛通红的怒视着周老太。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的搞砸我的婚事？老三，你说清楚，我是怎么存心搞砸的？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有多少彩礼娶什么媳妇？就是你这样的态度，才把人家惹生气了。大哥，二哥要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态度，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老大老二时，我确实不是这个态度，我卑微上赶着求人家把女儿嫁给我儿子，然后呢，我得到什么了？你大嫂二嫂过门这么多年，发自内心的喊过我一声妈妈。你要想娶张芙蓉，你自己搞定他们一家子，为什么要求我去求别人呢？哪个家长不是这么做的？这是你的责任。狗屁责任！你上班5、6年了，不想着攒钱娶媳妇，到要结婚了知道朝我要，我该你的欠你的吗？但凡你肯为我考虑一下，就该知道你是男人早该自立。你从来没考虑过，到结婚了就要钱，不给钱我就罪该万死了。早知道是生你们这种自私东西，就该生下来就掐死。周老太说完，站起身离开了，而林建生留下来陪林建明。也不知道林建生是怎么劝林建明的。当天晚上，林建明就一身酒气的回了家。一连好几天，林建明没再跟周老太说结婚的事情，周老太也不管他，继续卖自己的饼，直到张芙蓉找上了门。阿姨，我有话跟你说，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你有话就说吧，2不耽误。阿姨，恕我直言，我从没有见过你这么自私的母亲。你真不怕你儿子结不了婚吗？那是他的事，你就不能帮帮他吗？你是他亲吗？帮不了，没能力怎么帮？我总不能把自己卖了给他娶媳妇吧？再说我这把岁数了，也没人买。林建明要是因为彩礼结不了婚，他会恨你一辈子。哦，张芙蓉终于没辙了，转身就走。周老太依旧在做饼，时不时和桂香聊聊天。哎，我租的那个院子有一户要把平房卖了，我想买，但3000块太贵了。真的吗？你们要是不要的话，我想去看看。行，你去看吧。周老太也不耽误，中午就跑过去看房子了。当天就去房管局签了合同，交钱过户，一气呵成，连宅基地也办了过户。桂香想租她的房子，周老太干脆以1个月28的租金租给她了。自从买了房，周老太就仿佛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吸引住了。摆个小吃摊已经不能满足周老太的挣钱需求。秋桃，你想想还有什么赚钱法子没？我听张兰兰说，他们家亲戚租了一个摊位卖南方的床单，1个月要赚几千呢。不过人家是找的南方厂子，拿的最低价格，但是你干不了。既然南方的货这么好，那我就去一趟南方。我的妈呀，你去过南方吗？连人家厂门口在哪里都找不到，可别吓我了。你跟我去嘛，我算你入股，以后挣的钱给你分红。我不去，再说了，我厂里不让请假。你跟着我干，保管你吃香喝辣。哦对了，那个小胡还来纠缠你没有啊？没有了，你放心吧。见劝不动周老太，秋桃只好将这件事悄悄跟林建生说了。林建生也不想让老太太去。林建明也得知了这件事，没有反应，继续和同事一起喝酒。有一次喝多了差点摔倒，一个中年阿姨扶住了他。这不是周老太家的老三吗？你少喝点吧，喝多了你妈该担心了。我妈担心我啊？阿姨你别说笑了，她连花2000给我娶媳妇都不愿意，现在我对象也吹了。你妈买了房子啊，可能没钱了吧？你好好的跟她商量商量，她怎么会不肯呢？我妈买了房子吗？什么时候？她买了哪的房子呀？阿姨你怎么知道的？随后桂香想着人家也是亲儿子，这是没有瞒着的必要，就一五一十的给林建明说了。林建明听了一肚子火，当即就回了家。此时周老太正在看电视。你没钱帮我出彩礼，却有钱去买房子？没有吧？妈，买房做什么？我都听卖油条的那个阿姨说了，妈去钱庄买了2间平房，花了3000块钱，就前几天才刚买。周老太铁青着脸站起来，半路薅上他打灰尘的鸡毛掸子，大步走到林建明跟前，扬起鸡毛掸子，重重的抽到林建明身上。行啊，反正你生我也多余，你打死我，我这条贱命还给你。从今天起，就当没你这个妈。从今天起，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你要走就赶紧走，没人拦着你。现在不仅是我不认你，老大老二也不认你了，你还不觉得是你的问题吗？老大老二你给了1000，现在我也要拿走我的1000。
行，你大哥二哥都签了放弃继承遗嘱的协议，明天一起去公证处公证，我当场支付你1000。行。林建明转身离开。次日，周老太还是如往常那样早早的起来摆摊，什么都是假的，钞票挣到手里才是真的。他等了好几天都不见林建明身影，还是林建生带回了他的消息，说是借住在同事家。以后不要给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这老太太还真是绝情。对了，我这有250是我交的生活费，剩下150你帮我攒着吧。我也是，等发了工资，我也把钱交给妈攒着。行啊，你们兄妹俩互相帮对方也记一下钱，到时候两边相加，核对数目，别多记也别少记了。随后周老太收了钱，现在不只是孩子们要存钱，她也要多赚点，光靠一个葱油饼摊位还不够，可她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正为此事发愁呢。春桃回来了。妈，我想搬出来了。行啊，早该搬出来了，不过怎么突然做了这个决定啊？我想要钱去医院检查身体，可是李娟和婆婆让我找你要，我一气之下就说要搬出来。可是吗？我搬出来能住哪？你们厂没有宿舍吗？就算没有宿舍，花30租个房子，一个人住着多舒服。春桃，不如你把户口迁回来吧。为什么？反正有好处，你把户口迁回来。还有，你对你婆家要稍微有点防备，不要什么都告诉人家。我考虑一下。妈，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啊？我的工资都给李军了。傻孩子，我真不知道你图他什么，连这个他们家都不肯给钱。这个钱我不借给你，我来出。谢谢你，妈。不过我要去一趟李家，把丑话说在前头。春桃，你听我说。春桃听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估摸着李家人都下班了以后，带着周老太一起去了李家。哎呦，亲家，你怎么有空过来了啊？我过来是有事情要说，说完我就走。这还能说什么？春桃这孩子懂事，到我们家来这几年，我们都疼他跟什么似的。这还要多谢亲家你养了这个好孩子。这女儿我养得不好，养得蠢笨如猪，任人欺负。亲家你这话说的，谁欺负春桃了？亲家，你好歹也生了3个孩子，能不知道生孩子是男女双方的事情吗？春桃嫁到你们家这3年，因为没怀孕，让她受了多少委屈啊！春桃想去检查，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李军不去就算了，春桃这些年工资全交给你们了，要去检查，你们竟然还不给钱，要她回娘家去拿钱啊！亲家，你不能光听春桃一个人说吧？我跟她说了，现在没有钱，等攒够了她再去。这笔检查的钱呢，由我来出。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如果春桃没有检查出任何毛病，那你们全家都要为这2年给她受的窝囊气道歉。我们凭什么给她道歉？如果你要说凭什么，那我就有话说了。我好好养大的闺女，凭什么要给你一家当牛做马？凭什么要给你们李家生儿育女？凭什么要把工资上交给你？谁家媳妇不是这样的啊？谁家？你们周围谁家像你们家这样对待儿媳妇？我从来没听说谁家儿媳妇伺候全家，要把碗筷端人手上的。换成别人，早把你们家饭桌都给掀了。吃什么吃？吃屎吧你们！看你们家这小破房子，是人住的地方吗？我春桃嫁到你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还给她委屈受？亲家，你别太过分了。周老太没理会生气的杨斗菊，转头对春桃说：春桃啊春桃，路是自己选的，选错了不要紧，及时掉头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日子你要是哪天过够了，回来找妈，妈还没老，在家里做得了主。你回来还给妈当闺女。好，妈。当着铁青着脸的杨斗菊的面，周老太掏了500块给春桃，离开了李家这个猪窝。等他回到家时，秋桃已经把饭做好了，他们正吃着饭呢。林建明突然回来了。妈，把户口本给我，明天我跟芙蓉要去登记结婚。张芙蓉的爸妈同意你们领证了吗？这你别管。我不管，户口本就在电视柜抽屉里，自己拿。还有，等明天我们领了证，芙蓉就要跟我来家里住。我不管。果然，到了第2天晚上，林建明真领着张芙蓉回来了。周老太也确实没管，任凭他们吃了饭后回了房间。第2天，林建明2人又回了一趟张家，把结婚证一摆，把钱秀力气疯了，打了2人一顿后，又拉着老公抓着张芙蓉要找周老太讨要说法。周寡妇，你也有女儿，以后你女儿也有嫁人的时候，最好也被人骗着去领证，你早晚有遭受报应的一天。将心比心，要是秋桃也这么干，我也得气个半死。不过我不需要跟谁道歉，做错事情的又不是我。死老太婆，别以为这样你就能拿捏住我了。5000块彩礼，3天之内给我补足，少1毛钱你给我试试看。这是我支持你，你找林建民要1分钱都不能少。他不给彩礼，你就把姑娘藏起来，不要让他们见面。这句话听在钱秀丽耳中，却像是另一种挑衅。几步奔向周老太，周老太往旁边一躲。关键时候，林建生发挥出了大块头的作用，将周老太严严实实的遮住。你他妈！
阿姨，你消消气，有事好商量。我商量你妈个 X！ 钱秀丽泼辣的朝林建生无差别辱骂，周老太脸也气得铁青。林建明和张芙蓉只得过来解围，钱秀丽气不过，转头又啪啪扇了林建明几个大耳光。林建明，我限你在3天之内把5000块彩礼送到我家来，不然老子扒了你的皮！好好好。钱秀丽走后，其他人也跟着散了。林建明垂头丧气的进了屋，立马就给周老太跪下了。妈，你帮帮我，你是我亲妈啊，你不帮我，谁能帮我啊？你现在只有给张家打欠条了，还要看看他们接不接受欠条。可以的话，以后你们2个上班还。可他妈要5000块钱，这要还到猴年马月去啊！做事情是要承担后果。老三，你现在也结了婚了，也要明白这个道理。见周老太死活不松口，林建明只好第2天到张家提出了写彩礼欠条的方案。钱秀丽虽然松口了，不过要他妈在中间做担保。妈，求求你帮帮我这一次吧。担保我不能做，这个责任不在我。不过我可以帮你去跟钱秀丽谈一谈，前提是你们结婚之后搬出去住。行。事后周老太真去了张家。钱女士，不如我们上林建民的厂子去，跟他的领导把情况说一下，约定以后林建民每个月的工资偿还你多少钱。一旦林建民以后不还了，你上他厂子找他领导去，这样不比我一个没工作的老太太的保证有效果吗？哼，你这个提议倒是还蛮有诚意的。随后2个人来到了工厂，把这件事跟领导讲完后，领导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另一边，张芙蓉兜兜转转，总算跟林建明结成了夫妻。接亲当晚，2人躺在床上。芙蓉，明天我就出去找房子，咱们搬出去。咱们去住楼房嘛。楼房咱租不起，你忘了吗？我们还要偿还你妈5000块钱呢，必须要节省了。你妈不是买了个房子吗？咱们住那去不正好吗？还不用交房租。明天我问问妈。第2天，林建明就跟周老太提了去住他那个小平房的事。你不想跟芙蓉住一个屋檐，我们就搬出去。你也知道我现在经济紧张，有别的房子借给我们住总可以吧？不行，那房子我租出去了，签合同了的。好吧。可是林建明在附近找了找都不满意，对比一圈，好像还是自己家好。不如就住在家里吧。那你去跟我妈说。为什么要跟你妈说？咱们住在这，她不愿意吗？没错。事到如今，林建明只好将他答应周老太要搬出去的事情说了。张芙蓉果然不同意搬出去，林建明只好去求周老太，最终决定不在家里吃，每个月只交5块的水电费。你妈把我们逼得这样紧，以后她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可别找上我们。咱们俩工资加起来快400了，这2年攒一攒，5000块很快就还上了。随后夫妻俩为了早日还完债，还制定了计划，每个月严格控制支出。结果在外吃真不如在家划算，最后还是决定给周老太交生活费，自己单独开火做饭。张兰兰也是好久之后才听见秋桃说起林建明结婚的事情，还埋怨秋桃没告诉他。是我3哥结婚，又不是我结婚，我肯定不好意思请你啊。对了，你最近篮球学得怎么样啦？还是不会，能不能请你4哥来教教我嘛？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可以啊。等他回到家，秋桃就对林建生提出请求，请他教他和张兰兰打球，被林建生拒绝了。还是秋桃连求了2天，林建生才勉为其难答应了。张兰兰得知后，立马花重金买了个篮球，重新找了一个上课的地方。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我们每次去打球还得跟好几队人共用场地，半天也排不上。这里不对外开放，以后你想进来打球的话，可以找我带你们进来。好啊，那以后就麻烦你了。林建生得了好处，打起12万分精神来教2人。教了没几天，林建生就把王峥带过来了。峥哥，你怎么来了？我听建生说这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篮球场，他过来教你们打球，我过来玩球。 2个学生，你加上我，2个老师，刚好。你看你是带蓝了，还是带秋桃？我一直跟着你学的，4哥，我还是跟你王峥哥去带秋桃吧。行啊，我带秋桃。好吧。没想到的是，王峥态度特别认真，秋桃哪好意思撅着屁股扎马步？那看似正常的训练动作，在他眼里简直难为情极了。想找春桃，可春桃忙着去医院做检查。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我建议你的爱人也来做一次检查，生育可能是任何一方的问题。 随后，春桃拿着检查结果回了家，摆在了李家人面前。这些检查也不一定全都是对的。我妈给钱的时候就说过了，如果我没有问题的话，你们就要跟我道歉。现在结果都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们竟然还要将问题推到我身上吗？怀孩子也是要讲究缘分的，兴许是缘分还没到，不要着急。道歉，我没有问题，你没听妈说吗？怀孩子是讲究缘分的事情，家里现在都这么困难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好，不道歉是吧？春桃转身进了屋，两人都以为春桃只是被气到了，进房间躺下了。但说完话后，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翻东西的动静。杨斗菊感觉到不对劲，让李军进去看看，发现春桃竟然在收拾东西。你要是搞回娘家那一套，以后都不要回来了。桃不过是夫妻拌2句嘴，你就要收拾东西，这可不好。再说你妈要是知道了，多担心呐！我说对不起还不行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道歉吗？我说对不起，行了吧？谁稀罕，滚开！之后春桃就回到了周老太家。春桃，你去检查了？之前没检查，
他们家把问题都推在你身上，现在结果出来了，他们倒不敢面对现实了。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怀孩子真的需要看缘分吗？你跟李军结婚3年都没孩子，你身体又没有问题，问题多半在他身上。改天也让李军做个检查吧，看到底是谁的问题。现在我只能先住这里了。傍晚，其他人下班回家，看到春桃都有些吃惊，毕竟春桃自从结婚以后很少回家，这次意外的还留下来吃晚饭了。春桃不知道老三2口子不跟他们一块吃，还好心的去叫人。大姐，你不知道吗？我和老三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啊！张芙蓉正打算今天晚上找茬，春桃就送上门了，就等着春桃问为什么。可春桃只是愣了一下，就倒回饭桌去了，问都不问。张芙蓉实在憋得难受，气得走过去，一屁股在饭桌前坐了下来。今天大姐难得回来，我不陪着吃顿饭也说不过去。都是自家人，不用那么客气，饭煮的也不多，我们陪着他吃就行了。张芙蓉气得直接掀桌，结果被其他3个人一起压住了。张芙蓉，你在发什么疯啊？你亲儿子结婚，你袖手旁观也就算了，自从我跟建明结婚，你就故意整我们，不给我们做饭，让我们搬出去，你就这么看不惯我吗？看来我还是心软了，最开始就让你们交生活费，你们怕吃亏不肯交，现在又反悔想搭伙，我不让你们吃亏，不让你们搭伙，还怪到我头上来了。你还想掀桌子，你算什么东西？就是林建民在这，他也不敢掀我的饭桌。那怎么林建生和秋桃他们下班之后，饭菜都端到饭桌上了，你就是区别对待？天底下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母亲。我恶毒怎么了？不想跟恶毒婆婆住一块，你就和林建民一起搬出去。我凭什么搬？建民也有这个房子的一部分，我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你也说了，是林建民有一部分，那你算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住在这里啊？张芙蓉无法反驳周老太，她没有继续跟周老太争吵，铁青着脸回房去了。没过一会儿，林建民回来了，刚进院子就听见张芙蓉在房间里喊他，一边骂他，一边把事情经过说了。林建民也气炸了，气冲冲的朝客厅走来了。芙蓉想陪大姐吃餐饭，你都不让她上桌，有你这么做妈的吗？你们不跟我们搭伙，饭没煮那么多。芙蓉能吃多少饭啊？从我要结婚开始，你就成天出幺蛾子，不给彩礼，得罪我丈母娘。现在好不容易我结了婚，你又为难我媳妇，你是老糊涂了吗？林建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张芙蓉打的什么主意，不就是借着春桃在这，想跟我们一块吃饭，想装傻充愣，以后跟我们凑着吃饭，还以为我会顾及他儿媳妇的脸面，捏着鼻子认了。你儿子儿媳吃你一顿饭又怎么了？你用得着做的这样刻薄吗？我们上1天班回家就想吃上一顿现成饭，怎么了？你帮我们做顿饭难道不应该吗？那秋桃跟建生不也跟着你吃饭了吗？你要是针对我，你就明说。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还洗碗，秋桃帮我洗衣服，建生给家里拉煤块，你做了什么吗？你只想吃现成，一点劳动都不用付出。我是你亲妈，我也不该你的。我也说了，我交生活费，我也帮忙洗碗，你为什么又不同意？做人做事哪有这样出尔反尔？行了，你们夫妻俩在这住的也不愉快，你之前答应我的结了婚就搬出去，现在也是时候履行承诺了。建明，我们凭什么搬出去？这房子你也有份，咱们就不搬走，咱们就住在这。你说林建民也占了一份，我告诉你他占了多大一份？我跟他爸各占一半，他爸死了，那一半由我和6个儿女继承，他把那一半分成7份，林建民只占1/7。这个房子房本上的面积是260平，建生，你算一下，林建民占多大面积？占18平。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早不止18平，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只能使用你们住的房间，其他客厅、厨房通通不允许你们用。建生，你明天去买2把锁回来，我要把客厅和厨房锁上。妈，不要说气话。林建明，以后我不许你给他养老，你要给他1分钱，咱们俩就离婚。你爸妈养你这么大，你嫁人了，他们还要收5000块呢。林建民同样也是我辛苦养大的，你竟然能说出不让他给我养老？可以啊，同样给我5000块，我就不找他养老。嘿，你怎么敢配合我父母比啊？我是不跟他们比，他们卖女儿，我又不卖女儿。你女儿出嫁的时候，难道你1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吗？谁家嫁女儿不要彩礼啊？我当年的彩礼是500块钱，你是我的10倍。卖也好，不卖也罢，彩礼是我们自己在还，你1分钱没给，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吗？我只是提醒你，你长这么大，卖了5000，林建民长这么大，他要是不给我养老，也要赔偿我养他的费用。行，你说个数，多少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写欠条，以后我阿姨还给你。除了这道门，你不要说我是你儿子，我也没你这个妈。2000。林建明红着眼从电视柜抽屉里找出纸笔写了欠条。周老太走过去拿起了欠条，内容大意是补偿他2000块，从此母子断绝关系。不过钱他现在没有，每个月都还他30块。头生成你儿子也是倒了血霉了。这欠条我不收，你这么有骨气，就把房子转给我，我们立马去公证处签协议，就算是你偿还我的养育之恩了。我承诺以后养老不会再来找你，以后出了这道门，我就不再是你妈了。
行，明天就去办。接着林建明拉着脸色同样难看的张芙蓉出去了。很快隔壁就响起了争吵声，全是张芙蓉的声音在指桑骂槐，全程没听见林建明的声音，似乎是闷头睡了。张芙蓉在冲动之下出了门，很快就骑累了，随便找了个公交站台就停了下来，越想越觉得委屈，伤心落泪。张芙蓉，马爷，你怎么在这啊？芙蓉，你不是结婚了吗？怎么大晚上坐在这里掉眼泪啊？是不是他欺负你了？没有，是我娘家的事。对了，你怎么在这？我出来买点东西，骑车路过呢，刚好看到你。我看你心情不是很好，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吃个夜宵呢？行啊。等吃完饭，马爷便送张芙蓉回家了。此时林建明还没睡，看到他回来脸色有些松动，张芙蓉那股子气又冲上来了。我出去这么久了，你也不来找我，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你之前的话说的多好听啊，现在就是这副嘴脸了是不是？我什么嘴脸啊？我要不是怕你跟你娘家闹得断绝关系，我会给那5000彩礼吗？他特么，你去你们厂里打听打听，谁家要这么多彩礼？说你妈卖女儿说错了吗？离婚谁不离，谁就是王八蛋。行，明天就去离，谁不离谁他妈是孙子。后面张芙蓉伤心难过的一晚上没睡，冲动之下说了离婚，没想到林建明也答应了，他一下子被架起来，可他不能离婚，不然他就成大笑话了。第二天，林建明醒来，发现张芙蓉已经走了，而周老太还在外面喊他。林建明9点钟去公证处办公证。知道了。到了时间，周老太和林建明一前一后走进公证处，两人都在公证协议上签了字。林建明拿着他那一份，转身离开了。周老太也回到了自己的饼摊。真签协议了，那还能有假吗？还有我之前跟你说的，你把户口迁回来。妈，你是想让我离婚吗？是，我确实想要你离婚，不过我不逼你，你自己考虑就行。你不反对就好。随后春桃在娘家住了好几天，李军终于憋不住了，来周老太家准备将春桃接回去。春桃，你回来也好几天了，家里一团糟，你还不打算回去吗？李军，难道跟我结婚之前，你们家都是住在朱家吗？你没事就早点回去吧，你们家都乱回猪窝样了，你不想着赶紧收拾收拾，还在外面闲逛是吗？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专门来接你的。你先去把身体检查做了，再来谈别的。我好着呢，不要花那冤枉钱。你现在也去做了检查，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努力，孩子肯定会有的。你不觉得难堪吗？那个床一有点什么动静就嘎吱嘎吱响，你爸妈就睡在薄板隔壁，你弟弟妹妹就睡在布帘子后面，全家人都听得见动静，你不难堪吗？都是一家人，怕什么？再说谁会听啊？难道你爸妈、你弟妹都是聋子吗？他们听不见吗？哼，只有你这么龌龊的人才会在意这个。你想让我回去，我有2个条件：一，搬出来，另外租房住；二，你去做检查，少一样我都不会回去。随你便。接着李军就气冲冲的离开了。刚刚李军说了什么？我看他又气冲冲的走了。我在他家，但凡表现出对他父母一丁点不满，他都说我不尊重他父母，要跟我吵架。他倒是尊重我妈的很呢。可不是，他现在态度是越来越傲慢了，吃定了你。说明他从心里都不尊重你啊，更别提你妈了。你觉得他尊重过你吗？秋桃，你说的对，自从结婚以后，他就从来没尊重过我。随后，春桃陷入了沉思。周老太示意秋桃闭嘴，让春桃自己好好想想。秋桃便主动洗碗去了，而周老太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妈，你以前最不喜欢看这些新闻，怎么现在变了啊？时代在进步啊，人也是，想要生活过得好，就得先经济独立。哦，对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买房子？妈，你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啊？现在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房子以后说不定会升值呢。我看好房产，还想再买一处。你们要参股吗？算了吧，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大姐，你都不知道，之前妈还说她要去南方进货做生意呢，真把我们给吓到了，生怕她真去。妈还有这么大志向呢？谁说我不去了？我要去，攒点钱就去。你这老太太怎么就劝不动呢？算了，你实在要去的话，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去。最后，周老太同意了春桃和他一起去南方的请求，不过还没攒到足够的钱，李军和杨斗菊就先找上门了。亲家，我和李军是来接春桃回去的，这么多天没回去了，我担心她担心的紧，赶紧亲自来请她了。春桃在洗碗，有什么话我们先说也是一样的。亲家，其实李军也没有跟春桃讨价，春桃可能就是想回娘家住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没拦着。现在待这么久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别人也容易说闲话，闲话嘛，听着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春桃跟李军结婚3年都没孩子，你们家邻居们闲话还说得少吗？你们不也是不在乎吗？亲家，生孩子都讲究缘分，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有了。你和我都生养了好几个孩子，男女生孩子的事情还不清楚吗？让你家李军去医院检查，拖着不去，怎么？你们难不成早就知道问题在谁身上啊？你看看李军，身强力壮的，又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只是上次春桃去检查就花了500-600块。既然春桃没问题，我们就想着顺其自然，别花这个冤枉钱了。现在我就一个要求，李军也要去检查一下，如果是有什么问题，两人就早点离婚。我们家春桃总不可能在一个不能生育的男人身上吊死一辈子吧？亲家母，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我儿子的问题呢？很简单啊，你们想证明你们没问题，那就去医院检查。去就去，要是我们家李军没有问题怎么办？他没有问题，我会给他道歉。我不像你们家这么没种，有脸骂人，没脸道歉。我们可没有骂他。行了，那谁之前因为这个事情骂过春桃，就是狗娘养的，畜生不如。亲家，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难听吗？我说谁骂了谁是狗娘养的，你又没骂，对号入座做什么呢？亲家，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们好的，你把春桃扣在这也不是那么回事，你说是吧？春桃都20多岁的人了，我扣得住她吗？不过你前面说的闲话，我倒是听了一耳朵闲话。有人说你们家公婆儿子儿媳住一个屋，也不嫌丢人。我们怎么就是住一个屋了？中间有隔断的，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乱说。那是什么隔断啊？有个什么声响听得一清二楚的，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听儿子墙角，也不嫌丢人啊？我们家就这条件，当年春桃也是知道的，当时不嫌弃就嫁过来了，现在又来嫌条件不好了。当时是知道你们家条件不好，却不知道你们家不仅条件不好，婆婆款还摆得大啊。听你们家邻居说的，说头一回见到这么使唤儿媳的婆婆，这么把儿媳当丫鬟使的一家子，你们家所有人是不是都断手断脚了？衣服不知道自己洗，饭不知道自己做，全靠儿媳伺候，一家子残废。亲家，你怎么骂人呢？可不是我说的，你们邻居说的，不信你去问他们吗？另一边，周老太和杨斗菊的争吵被在厨房的春桃听得一清二楚。杨斗菊不想被动挨周老太的骂了，就让李军去找春桃了。春桃，妈说要回了。我不回，我说过的2个条件，租房和检查你都做到了，我就回家。行，我答应，我都答应，行了吧？走吧。你先去检查，把检查单拿来，把房子租好了，我再回去。春桃，你别太得寸进尺了，我跟我妈都亲自来接你了，你还这么胡闹，日子还过不过了啊？不过就不过，李军，你休想威胁我。好，不过就离，谁他妈不离谁是孙子。李军，你在说什么胡话？春桃，你也是，你们也都这样大了，做事情要考虑后果的，别把离婚挂在嘴上。春桃，你想好了吗？要离婚吗？现在婚姻自由，你要离婚我不表态，一切你自己做主。离婚以后我就搬回家住。春桃，你可得好好想清楚，离婚可不是儿戏。我结婚这3年来，没有一天是过得开心的。现在既然李军也提了离婚，那我们就离吧。李军，你说什么气话呀？快跟春桃道歉。结果李军死活不愿意跟春桃道歉，周老太就把2人赶走了。而春桃又在第2天下班以后，和林建生一起去了一趟李家，和李军谈离婚的事，顺便把自己的东西收了回来。婆婆，我是回来收东西的，在和李军谈离婚的事。结婚的时候，你们家给了500块彩礼，结婚3年，我的工资都是交到你们手里，也算抵了彩礼钱。我不同意离婚。我嫁给你，就是给你们家找了个免费的保姆，还有你们家这小房子，我无数次提出出去租房，你总是不同意，你乐意一家自己在一块，也不管我要受多少委屈。行了，言尽于此，你非要胡搅蛮缠，我只能上法院去起诉离婚了。让你做点家务，就是委屈你了吗？哪个女人不是这么做的？我妈跟我爸结婚，你问问她，她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做家务？李军，我上班1个月也挣200块钱，我1个月也要上26天班，凭什么家务都丢给我啊？我就拿了500块彩礼钱，就要把一辈子卖给你们家做保姆吗？那500块钱，你妈天天念叨我没带回来，你们家连500块彩礼都出不起，还娶什么媳妇啊？春桃，你说我就说我，别扯我妈，嘴巴放干净点。嘿，嘴再脏也没你家脏啊，猪窝都比这干净点。姐，你别跟他们啰嗦了，收你的东西就行，收了咱就走。没我允许，春桃你敢收？大姐，你去收你的东西，我看今天有谁赶了你。随后春桃便进了里屋去收东西，杨斗菊想跟进去阻拦，没想到林建生脚步一转，直接将门给堵住了。你这孩子，你大姐要离婚，你应该劝着点才对，不劝她，还支持她离，女人离了婚怎么过日子？这就不劳你们操心了。随后春桃飞快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房子里太暗，她跪在地上，在床底找鞋子，一抬头就看到了床板下面夹着什么东西，她伸手去扯了下来，是一张医院开的检查单。时间紧急，她只好先
先将检查单塞进自己口袋，随后和林建生一起回到了家里，才仔细看那张检查单。春桃，怎么了？你怎么是这个表情啊？你看这个，妈，这是什么？李军的检查单，他去年8月份就去过医院检查，是无精症，他瞒着没说。我特么的！春桃，去叫上林建生，我们去砸了李家。于是，在这个半夜，周老太拿着擀面杖到了李家，对着锅碗瓢盆一通打砸。春桃捡起地上的鞋子，对准李军的脸飞快抽打。林建生盯着李家人，谁上来阻拦，他就把谁推开。卧槽，杀人了！你们凭什么砸我的家？来人啊，姓周的，你欺人太甚！我上早八，一家子烂良心。我闺女嫁到你家，你们家把她当作牛马不说，明明是你儿子不能生，你们烂良心，竟然给我闺女泼脏水，怪我女儿不能生，给我女儿多少气受！今天我不把你们家砸个稀巴烂，我就不配当妈。你放屁！我儿子才没有问题，你凭什么说我儿子不能生？你看看这是什么？你儿子的检查单。姓周的，你特么的不要口喷大粪！从哪里弄来的检查单就想安在我儿子头上？你胡说八道！你不得好死！我得不得好死还不一定，但我知道李军生不出儿子了。哈哈哈哈！李军脸涨得通红，他最隐晦的秘密竟然被周老太毫不留情地说了出来。他愤怒朝周老太冲过去，想将检查单抢过来，却没能成功，半路就被林建生给扔开了。你看看，这就叫做被人叫破秘密，恼羞成怒了。杨斗菊，我闺女现在要求离婚，她这3年上班的工资基本都交给你了，我们来算个账，该退的1分都不能少。你做梦！她嫁到我家来，工资都是我家的，你不给也没有关系，我们为了出口气，只好将你儿子不能生的事情跟你们邻居、你们家亲戚、你儿子的同事好好的说一说了。姓周的，我跟你没完。由于争吵声太大，李家的动静成功吸引到一群邻居来看热闹。有事好商量啊，怎么还打起来了？这不是他们家欺人太甚吗？春桃结婚之后不是没孩子吗？今天春桃回来收拾东西，发现了一张李军的检查单。亲家，有什么话我们关起门来好商量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一个要求，春桃这3年的工资最起码退我们4500块，大家就好聚好散。好好好，这是我们2家人的事，各位邻居就先。大家既然都来了，就还请各位做个见证，我女儿春桃要跟李军离婚。这3年来，春桃的工资都交给了婆婆代为保管，现在要离婚，这笔钱也得算清楚。亲家，你凭什么说春桃的钱都在我这里？行，既然有账就好算了。春桃自从嫁到你们家后，家务活你们就承包给她了，她干的那些活顶她的生活费没问题吧？当初你们家给了500彩礼，这钱我也扣出来了，你退5200块钱，少1分都不行。只能给1000，多了没有？5200，少1分都不行！你们家也太没骨气了吧！离婚了还想扣我闺女的钱啊！亲家，你也别把人逼急了，我们家负担这么重，哪有这么多钱还你？3000块钱不行，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可以把存单拿来给你看。3000就3000吧，好聚好散。春桃，你说呢？那就3000吧。那你们就别耽误了，明天他们就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在办离婚之前把钱还给我们。行，钱都在存单上，明天去取了给你们。检查单总得给我们了吧？钱还没给，婚还没离，这我怎么可能给你？明天确定你们没耍花招后，我自然会给你们的。4日下午时，春桃本来央求周老太和她一起去一趟民政局，结果李军和杨斗菊母子俩先来了家里，一进门，李军就跪下了。春桃，我们不离婚好不好？以后我肯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不行，这婚我离定了。春桃，你就别跟李军离婚了。你也知道他现在这个情况，要是你再离他而去，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以前是我们不对，但李军对你是真心的呀。离婚之后，你上哪里再找这么一个真心男人去？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不到处都是吗？春桃能不能找到就不劳你们关心了。既然你们都过来了，钱肯定也准备好了，点给我们吧。亲家，现在离婚了，女孩名声变得有多差，你还不知道吗？春桃这么好的姑娘，你忍心吗？别废话，我姑娘这么好，上哪找不到好男人？非得找个不能生的，家里穷的。李军，你也别哭了，不能生不要紧，以后找个同样2婚带孩子的就行了。杨斗菊看他们态度如此坚决，也知道事情已经到不能挽回的地步了，立马收起讨好的嘴脸，朝周老太伸手。一手交检查单，一手交钱，别跟我讨价还价，钱我们要不要都可以，你要是不想给，那就不要给了，直接去离婚。
春桃，你真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李军，我们好聚好散吧，纠缠没有意思，闹得鱼死网破更没意思。走吧，妈，去取钱。随后他们先取了钱，又去了民政局起草了离婚协议，写清楚3000块钱是对春桃的补偿，名字一签，盖了章的离婚证发了下来后，周老太这才把检查单给了杨斗菊，欢天喜地的走了。呸，不知道在高兴什么，离了婚就是二婚女人一个，看以后谁要她。难道我就不是二婚男人了吗？还是个不能生育的二婚男人？你不能生孩子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你以后还要找老婆的。连春桃这样好的女人都因为我不能生孩子选择离婚，别的女人肯嫁给我吗？就是嫁给我，过几年不能生，人家也要走。你以为像春桃这样不忠贞的女人有几个？你好好努力挣钱，咱们家争取买个楼房，以后再说吧。另外一边，春桃成功离婚后，没过几天，周老太就开始催促她把户口迁回来了。春桃没直接去李家，而是来李军工厂等着她下班，把人堵在厂门口说的，有不知情的工友路过还在打趣他们这对小夫妻，这让李军心中的遗憾达到了巅峰。春桃，我们别离了吧，复婚吧。李军，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做事情不可能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我们已经离婚了，复婚是不可能的。你就是怪我不能生孩子，我如果不瞒着你，你早就走了。别废话了，我们都已经离婚了，户口肯定是要迁走的，也不影响你找下一个。我不找，你不找我就不找，我等你回头。你不想跟我妈他们一块住，我们就搬出去住，我答应你，以后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我知道你一直想单独过。李军，夫妻一场，别闹得太难看了，你回家去把户口本取给我。我不给，你的户口暂时就放我家，你3年之内如果没有再找，我就同意你迁出去，不然你也别想结婚了。我特么！春桃气得转身就走，回到家把这件事跟周老太说了。哼，我就知道，还好我当时把检查单复印了一份。我的妈，你居然还弄了这个，就知道他们家不会这么老实，可不得多留个心眼啊！有了这个检查单，我就不信李军不给户口本，我现在就过去要。你找他妈要，就说你现在跟李军离婚了，要是你不把户口迁走，就会影响他儿子找对象，保管他比你还着急。要是他妈也不给，你再把这个拿出来，作为杀手锏。好。春桃找上门时，杨斗菊还没有出门，一听说春桃说不迁户口会影响李军找对象，立马就答应了，赶紧拿着证件去派出所把春桃户口迁回娘家了。经过他们这么一折腾，春桃离婚的事就在街坊邻居中间传开了，还没几天就有人上门说亲。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里面居然还有周老太的桃花。谁啊？我连儿子都不要，还会要老公吗？你的一个顾客，他说你做的葱油饼好吃，以后一块过日子，你做饭他能吃得惯。还有什么？这老头有钱着呢，光退休金1个月就有300多块，家里有个大院子，年轻时在部队，老爸老早就死了，有个女儿出国去了。你说他怎么就爱吃你的葱油饼，不爱吃我的粽子呢？行了，你去跟他过日子吧，他还有房子，你不就可以从你儿子家里搬出来了吗？你真不要啊？不要，我才不要糟老头子，有这时间，还不如早点去南方看看呢。随你吧。周老太攒了一些本钱，算了一下，他和春桃2个人来回火车票，如果是买硬卧得400，成本挺高的，还不一定能挣钱，说不定还得赔钱。不过长长见识也是值得。朕不要我一块去吗？我们就去5天，我陪着就行了。好吧，那你们注意安全。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初夏天，2人出发了。在经过20多个小时的艰难之旅后，火车终于在阳城停下来了。随后2人又坐上了公交车。师傅，哪一趟车是往市区的啊？这里就是市区啊，市中心就在这里。随后周老太赶紧下车，路上全是摩的和汽车，旁边有妇女摆摊卖水果，在招呼他们。大姐，买点水果吧，阳城荔枝呀，新鲜的，很好吃的，尝尝吧。荔枝怎么卖啊？3块1斤。之后周老太蹲下身捡了一些，一共8块钱。她拿了一张10块的零钱递给了妇人，妇人接了过去，攥在手心里，打开她的包往外找零钱，找了半天没找出来，突然又拿起周老太给的那张10块，对着光看了一眼，突然说道：大姐，你这张钱有问题呀，是假的。我给你的10块真钱，你想用假钱换我的真钱？你不要乱说哦，你给我的就是这个钱。你心里清楚的很，你换了我的钱，10块钱我也亏得起，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你要是不把我的真钱还给我，今天我就在这跟你耗上了，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你一个生意都别想再做了。可能是我拿错了，你的钱我也不知道是哪张了。这样我给你称10块钱的荔枝，我就要这点荔枝，多了我也不要，你找零给我。随后妇人找了他2块，周老太接过钱，冷汗直冒。他一路上已经很警惕了，一直防着扒手和骗子，没想到这边骗术竟然这样猖狂，连路边摆摊的妇人都会用假钱换真钱的骗术。
这个事情也提醒了周老太，下次在外面花钱一定不能用大钱。母女俩找地方落脚，看着一家宾馆挺不错的，就走了进去。住宿多少钱一晚啊？120一晚。怎么这么贵啊？我们这不算贵了，你去阳城宾馆看看，那得1000块一晚呢。算了算了，母女俩赶忙退出来了，一连找了好几家，总算找到一家还能接受的招待所，也不便宜，双人间40块一晚。周老太要了个2人间，收拾好后，周老太又逮着前台姑娘问东问西，要把批发商品的地方打听出来。批发都去13行呀，13行什么都有。阿姨，你想批发什么？还不知道，要去看了才知道。你们从内地来的吧？阳城现在最热的莫过于 BP 机了，不过 BP 机贵，一台就要400-500块钱呢。这玩意儿在国内最开始就是在沿海地区流行起来的，不过内地有 BP 机都是后面2-3年的事，这个时候很少有人用。算了，这种大件我不碰。或者件衣服鞋子呀，阳城的衣服鞋子在全国都是最时髦的。13行有这些吗？那什么都有。不过得眼睛擦亮点，伪劣产品也不少，尤其是得看着他装货，不少老板来进货，看着样品漂亮，拿回去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小妹，你懂得真多啊，你以后肯定不会一直在这做的。妈，那我们现在就去吧。现在早就关门了啊！13行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3-4点，这个点已经关门了，明天早点去吧。随后周老太又向前台小妹打听了详细的公交路线，才回到房间。第二天就立马去了13行。春桃，你觉得这衣服咋样？好看不？你们年轻人会喜欢不？不好看。行吧。妈，我们都逛3个小时了，你还没想好买什么东西吗？要不咱们就拿点衣服回去试试吧。住招待所太贵了，一晚上就得40块呢。那都不是100%能保证赚钱的东西，我们跑这一趟成本非常高，起码得保证这一趟不亏钱。更何况来都来了，还怕多花那40块房钱吗？多看看是好事，累积点经验。这海印跟13行不一样，这里大多数都是音响设备、影音制品，甚至还有很多家电，好多音像店都在播放着磁带。周老太听到了一首耳熟的曲子，一转念，老太太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以前老四唱的那个歌吗？老板，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老太太，知道 Beyond 的吗？他们是港城最火的乐队。那我要买1盘磁带。老太太，你要正品还是翻版？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正品是进口的，翻版是国产的，价格是3到4倍的差价。正品的歌声正点啊，翻版的杂音多，不过便宜吗？内地的来这拿翻版货的也不少啊，拿回家去卖，起码都赚3倍。拿正版多少钱？34，真贵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翻版呢？实话说，正版我们都没利润赚，赚钱的都是翻版。你们不信的话，拿一些回去卖，保管赚翻。这种翻版肯定是不合法的，别一大把年纪为了挣点钱被抓起来吃牢饭。我虽然没人养老，也不愿意国家给我养老啊。随后2人拒绝了老板的提议，两手空空的回到了招待所。怎么，今天没收获吗？东西太多了，拿不准买什么。那你们慢慢看吧。第二天，2人坐着公交早早的来到了13行。路过饰品区时，老太太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水晶发卡和项链，体积很小，漂亮重工。周老太却一眼就确定了，她要批发的就是这个。等确定好要进货的东西后，周老太立马就去找近边的银行。妈，这个饰品能不能行啊？我感觉好看，但是顶多卖5块钱吧。你在南城见过这样的发卡吗？没有。我见过，我带秋桃去买衣服遇到了，想给秋桃也买一个，但是一个发卡要30多，就没买。这个好吧。随后周老太分别在3个饰品摊进了总计1500块钱的货，现在货也买到了，再住1晚上就要多花钱。母女俩就到前台退了房，周老太送了小妹2个发卡充当感谢。之后母女俩做了1天1夜，灰头土脸的回到了南城。妈，这就是你们从阳城进的货，好漂亮啊！怎么样，这些东西漂亮吗？真漂亮，我在百货商场看到过这个，得30多块钱一个呢。我不卖30，我卖10块钱，项链15，手链10块，胸针发卡10块。妈说这些东西要卖这么贵，我心里都没谱。哪里贵了？这些东西百货商店都要翻倍卖的，妈卖的已经算便宜了。哇，没想到你们这次去一趟阳城，竟然真的弄回来了这么一堆东西啊！这是我给你带的磁带，阳城那边可流行这玩意了，大街小巷都是放这玩意的。妈，你也太好了吧，竟然给我带黄家驹的磁带回来了。别急着谢我，这玩意要50块钱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不是你送我的，还得我自己掏钱，这是正品啊。正品的好听，便宜不是货，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你就说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卖。要。你还得帮我个忙，给我弄2个3角形的支架，像梯子一样，用细铁丝弄个网，后面我的这些饰品就能挂在网上来展示了。这个主意好，我去找材料。之后林建生连夜做了一个
指甲，但一时不知道去哪里卖。秋桃建议他去文化广场卖，那边年轻姑娘很多，第一天摆摊就卖得很火爆。回到家后一算账，光这一下午就卖了700多块钱。虽然饰品挣了钱，周老太也没有抛弃早餐摊的生意，第二天早上还是早早的摆上了摊。哎，你这几天上哪去了啊？我上你家去也没碰见人。我上阳城玩去了。紧接着老王走了过来，就是上次托送老太来说媒的那个老头。好久没吃周妹子的葱油饼了，今天吃点葱油饼。好嘞，加肉的葱油饼8毛。小周，你去不去春日公园啊？哎呦，都这把年纪了，忙也要享受生活呀，都退休了还干呢。有钱才配享受，没钱那叫求生。之后老王见他不理他，干脆坐在这跟宋老太还有桂香聊天。只有周老太一心扑在赚钱上，早上卖完饼，晚上还要去文化广场卖饰品。零件生意回到家就看到他们在数钱，今天赚了多少钱？保本。要不等卖完这批，再去拿点货回来卖。妈，这也太挣钱了。去一趟累死了，卖完这批再说吧。这天，张芙蓉看到同事佩戴了很好看的发卡，同事说是在文化广场买的。当天下班后，张芙蓉就拉着林建明来到文化广场，她的视线完全被摊位上的漂亮发卡吸引过去了，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卖货的是周老太。等等，芙蓉，你干嘛？林建明没回答他，视线朝着一个方向。张芙蓉顺着看过去，这才看到收钱卖货的周老太，她愣住，惊讶的当场喊了起来：“这些发卡居然都是你卖的吗？要买就买，不买别问。买，当然要买，这些都包起来。”一共是165块钱，给钱吧。你还要收钱啊？不然呢？你妈什么意思啊？亲儿媳来买，她还要收钱？啧，你拿一个差不多得了，拿那么多也带不完。哼！张芙蓉瞪了他一眼，他挑挑拣拣，最后少选了几样，拿着就想走。周老太一把拉住他：“买东西不给钱吗？”老太太，你想挣钱想疯了吗？连亲儿媳的钱也要挣啊？谁来买都要给钱。再说了，你这么年轻，不会这样健忘吧？你丈夫跟我已经断绝关系。老太太，你心也太狠了吧！芙蓉这么喜欢这些东西，你送点给她怎么了？非亲非故的，我为什么要送她？你们买东西不给钱是抢劫，我要报派出所抓你们！这么年轻就想不劳而获，买东西不给钱。随后林建明一把夺下张芙蓉手里的东西，朝小摊上一砸，用力拽着张芙蓉走，不买这玩意你要死吗？不过那条项链因为他用力过猛，绳子摔断了，水晶珠子4件。你们砸坏了我的东西就想走啊？赔钱！你这样对亲儿子，当心老了没人养你。你老了千万不要生病，不然我们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我养老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这么硬气，还是先把这项链钱赔了吧，不然明天我就去你和林建明的工厂找领导赔。赔给你，行了吧？芙蓉，我们走。下次别这么不要脸了，我都替你们丢人。之后林建明拉着张芙蓉走远之后，张芙蓉气冲冲地甩开林建明。你怕他干什么啊？凭什么赔给他钱？我不相信他还真敢去你工厂闹。你不知道我跟他已经断绝母子关系了，还想占便宜？你要不要脸啊？你居然骂我不要脸，你凭什么骂我？对，就是你不要脸，你凭什么占便宜啊？不是不要脸是什么？我不是为了给你出气，我至于吗？我还不是想着我们经济困难，我想给你省点钱嘛。想省点钱，不会别买吗？我们经济困难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妈卖女儿。特么的，老子也不干了！你回去跟他说，钱我不给了，我凭什么帮你们姓张的打工？接着周老太后面卖了大概10天左右，货就全部清空了。周老太算了算账，这一趟她赚了快2500块，再给春桃分了500，给秋桃分了300，她净赚1700块钱。妈，我拿100就行了，我又没做什么。拿着吧，当是给你们姐妹俩的奖励，去买衣服穿。周老太特别满意，计划着再去一趟阳城拿点货回来。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周老太觉得自己一个人去也没问题。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再说货那么重，你一个人也拿不回来。对啊，这次我请假陪妈去吧。也行。这次到达阳城后，周老太带着秋桃住进了前一次的招待所。阿姨，你进的货该不会都卖完了吧？那饰品我们那都没有，特别好卖，已经卖空了，这就又来进货了。第二天早上，母女俩早早的起来，直奔13行。妈，我能不能买几件衣服啊？我问过了，这里的衣服基本都不零售只批发，你买1件2件的，人家不卖的。这些衣服多漂亮啊！妈，咱们要不要买点衣服回去卖？肯定好卖。秋桃，你能看出哪件衣服好看吗？当然了，虽然我小时候没穿过什么好衣服，但也不影响我对衣服的欣赏啊。这里的衣服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好多款南城的百货商场都没有呢。以后再说。好吧。之后母女俩这次进了3000块的货，周老太这次拿货拿了很多新款式。一回到南城的当天晚上，她跟2个女儿就分工合作，在春山公园和文化广场分开摆摊卖了起来。春山公园门口也有很多人摆摊。春桃姐妹们今天碰见了林建军，他在卖鞋子。秋桃，你们什么时候去弄来这些东西卖啊？就这个月，妈去弄的。二哥，你也想到要摆摊赚钱了？鞋子卖的怎么样啊？
我这卖的还可以吧？一会儿你们俩也过去挑2双，都是很时髦的款式。我去阳城拿货的。妈耶，大姐，你把小摊收拾一下，都被翻乱了。随后春桃回过神来，她没想着对家里人设防，这会儿反应过来，还有其他顾客在呢。等他们卖完回到家，春桃跟周老太把今天在春山公园碰见林建军的事说了。二哥他在摆摊卖鞋，看来二哥的头脑也挺活泛的。他说他辞职了，之前是白天卖，现在白天晚上都在买。我不关心。突然家门被人敲响了，敲门的是客人。周老太赶忙将现金收起来了。吴倩，你怎么来了？请问林建生在家吗？不在。那你知道他上哪去了吗？我在哪都找不到他。你找他干嘛呀？那个，我跟他在处对象，他要是回来了，你帮我给他带句话行吗？什么？我在老地方等他，今晚上他不来，我不走。好。随后秋桃关上门，几乎挪不动步子了。上次他帮张兰兰带话，也是同样的一句话。四哥，兰兰说明天晚上7点，她在春山公园等你，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跟兰兰说，免得大晚上的她一个女生在那不安全。知道了。不过林建生没回答去，也没回答不去，秋桃也没办法追问了，只好原话带给张兰兰。张兰兰第二天不到6点就来到了春山公园等到了晚上7点，望着空空荡荡的来路，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该走了。随后张兰兰刚一抬眼，她就愣住了，在道路的尽头，离她很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我来了。现在怎么这会儿林建生又冒出来个对象？那张兰兰怎么办？谁来了？妈，四哥好像脚踏2只船，兰兰对他多好啊，给他买了好多东西呢，他怎么能这么对兰兰啊？你别先着急，一会儿老四回来了，问问他什么情况。随后他们等到晚上9点，终于等到林建生回家了。他一进来就发现3双愤怒的眼睛盯着他。怎么了？四哥，你脚踩2条船，今天你厂里的那个女人都找上门来了，你对得起兰兰吗？你在说什么？老四，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没有脚踩2条船啊，我跟吴倩都提了分手了，他不肯分手，一直纠缠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如实说来，不能有任何细节遗漏。原来林建生一开始因为吴倩穷追猛打招架不住，就同意了。没想到吴倩占有欲强，什么都要管。1个月内林建生提了2次分手，他都没同意。直到张兰兰跟他表白，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很喜欢张兰兰。这次他又和吴倩提了分手，吴倩也同意了。我没想到吴倩又反悔了，还以死相逼，我也没办法，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只好先答应她了。你不该妥协的，你一妥协就没完没了了。妈，我该准备怎么办？你先和兰兰分手，或者你跟兰兰坦白，看她能不能原谅你，瞒着是不行的。对了，今天吴倩说她在老地方等你，你不去，她不走，怎么办？她天天说在老地方等我，她爱等，等着去吧。之后林建生还没想好要不要听周老太的，犹豫了2天，就是这2天，麻烦就找上门了。跟踪林建生的吴倩发现了张兰兰的存在，她当众给了张兰兰一耳光。贱人，你敢跟我对象勾勾搭搭？林建生是我的男朋友。我特么，吴倩，你发什么疯？我们已经分手了。随后现场乱作一团，秋桃没能亲眼看到惨烈的场面，也从同事嘴里听到了全部细节。她上班时找到张兰兰，兰兰，对不起，我前2天才知道的，我憋着没跟你说，是想让我四哥自己跟你说，没想到他竟然一直没说。这件事怎么算也怪不到你头上的。秋桃，我跟你四哥的事你别管了，不管别的，以后我们还是朋友。那就好。虽然话是这么说，经过这件事之后，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和张兰兰见面的时候都感觉尴尬，关系已经不如之前亲密了。回到家后，秋桃把喝得烂醉的林建生一顿痛骂，周老太摇头，没空去管他们这些儿女私情，他又有了一个买房的机会。要卖房的是我亲戚，位置也在黔中，但是这个房子大，房子要卖8000，你还要看不？这房子比宋老太家要大一点，就是有点破，不能住人。不然人家也不能才开价8000，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砍500下来。行，我现在手头有5000，再加上春桃的3000，刚好够，回去问问他。之后周老太回到家，找到春桃。春桃，你要是合股跟我一起买，房本上也写上你的名字。妈，你买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啊？你在钱庄不是还有2个小平房吗？哎呦，这钱放在银行也是放着呀，那房子买下来也是投资，能租出去的。那房子面积不小，拆分出租，1个月也能收入100多块钱，很划算的。春桃，你跟着我干，不会错的。行，那么你买吧，我把钱取来给你。随后周老太高兴地联系老王，最后花了7000多把房子买下来了。过户的时候，房子名字登记了他和春桃的。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这些年攒下来的。我以为你是没钱才不给你儿子出彩礼钱，结果是故意的，心也太狠了。你买那么破的房子做什么？我听老王头说的，那房子破的都住不了人了，几年前主人就搬走了。宋老太这话倒是提醒了周老太，拆迁补偿是按建筑面积啊，他现在卖的房子都是平房，为什么不加盖1层，多拿1倍赔偿呢？要知道加盖1层肯定比再买这么大一个房子花的少。
哎呀，老宋，你真是提醒我了。什么？没事。说起来，我自从摆摊赚到钱以后，儿媳妇也不给我气受了。人还是得挣钱，谁挣钱，谁在家里就有话语权。你还是攒点钱吧。他们现在也知道以前不对了。前2天我儿媳妇还专门找我来道歉了呢，说以前她是压力太大了，现在知道错了，以后肯定会对我跟亲妈一样。以后周老太见劝不住，干脆就闭嘴了，继续摆摊买饼和饰品。然而他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天春桃和秋桃照例下了班之后去春日公园卖饰品，不过今天生意特别清淡，半个小时过去才卖了2单。今天怎么回事？人都不来逛公园了吗？隔壁也有个卖饰品的小摊，比你们这便宜，别人都去那买了，我在那边没挑到合适的才过来的。姐妹俩对视一眼，连忙张望起来，果然在他们小摊不远处也有一个卖饰品的小摊。咦，那个摆摊的是二哥吗？怎么会是二哥？来抢生意的竟然是自家人，还要故意把价格压低。秋桃想不明白，肯定是要去问的。她来到林建军的小摊面前，二哥，秋桃啊，你们出摊了。二哥，你为什么要抢我们的生意？别说的那么难听，这玩意你们能卖，别人也能卖。要不是你看到我们卖，你会想到要卖这个吗？你卖也就算了，你还降价卖，你让我们怎么卖啊？我卖这个价，你们也能卖这个价啊？你们少赚一点不就行了？之后秋桃气红了脸，回到了春桃这，气愤地将林建军的话全复述了一遍。他降价卖，咱们也只能降价卖了，不然谁还来咱们这买啊？咱们要不先回去跟妈商量一下吧？行。随后2人守了一晚上摊子，才卖出去几单。林建军那边倒是人流不断，一晚上卖出不少。一回家看到周老太，秋桃就迫不及待地将今晚上的事说了。周老太其实也想过会有人跑来跟他们抢生意，没想到抢生意的人会是林建军。妈，怎么办啊？现在二哥降价卖了，咱们的饰品都卖不掉了。现在只有把这批饰品打包专卖给别人了，跟林建军打价格战只会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随后第2天，周老太就主动联系了周围的小摊贩，把手头剩下的所有饰品外加批发的一起转卖出去了。秋桃尝到了甜头，准备自己去批发点衣服卖，不过她请不下来假，左思右想，觉得在工厂当工人还不如自己当小摊老板呢，于是提出了离职。要不我陪你去吧，你一个小姑娘去太危险了。不用了妈，我既然要吃这碗饭了，害怕就不去的话怎么能行呢？你也上了年纪，不是每一次都能陪我奔波，春桃也有工作要做。周老太也同意了，只不过让秋桃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让王峥知道了，找到了他。秋桃，我和你一起去吧。不用，我自己去，你还要上班呢，怎么陪我去呀？再说了，路费也贵。你这小姑娘胆挺大的，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阳城那边花子多，你这么漂亮水灵，容易被盯上。我会平安回来的，你就放心吧。好吧，那你什么时候走？明天就走。随后次日一早，周老太送走了秋桃以后，也没闲着，下午就去钱庄收拾新房子了。周老太把饰品生意脱手后，想先花点精力把买的这个房子先翻修一下。老王头帮了他不少，他有个战友的儿子有一个施工队，可以接他的活。你这个房子没有承重的柱子，现在要加盖的话非常麻烦，不如直接修个结结实实的大房子，钱虽然花的多一点，但是结实。用不着，你就直接往上加盖2层就行了。行吧，预算大概要6万块左右。不行，太贵了，你给我简单的修2层，在10年之内不要倒就行了。材料你都给我弄最便宜的，有个外墙框架就行了，层高也不用多高，2.8米就可以了。大娘，你这个要求我可不敢办呀，要是房子后面塌了，你还得来找我麻烦呢。放心，只要10年之内不倒，我绝不去找你麻烦。不行，要是房子塌了，不就是砸我招牌吗？那你给我出个新的方案。之后按照新的方案，刘明重新给周老太做了预算，这样做下来也得1万多2万块钱。周老太算了一笔账，这样加固也挺不划算的，她觉得这个加修可以往后放一放，等后面划算了再说。没过几天，秋桃就回来了，质量看着不错，也很漂亮。这些成本多少钱啊？一共花了1800多块钱，100多件。妈，我想着这些衣服翻倍卖，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啊，现在一件普通文化衫店里也要卖16、17块钱的，你卖这个价格有优势。我这次试试水，要是好卖，下次多拿一点，不用自己扛回来的。我打听到了，有邮递服务的。那还真是方便的多呀，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呢？傻乎乎的背着回来，那沉得要命了。妈，我今天晚上就想去试试。周老太也觉得可行。吃过晚饭以后，秋桃姐妹2人就迫不及待卖衣服去了，到晚上8点才回来。怎么样，卖了多少啊？10件有没有？哈哈，那可不止，2个小时不到就卖了30件不止呢。是真的，妈，我们都忙不过来了，我找货还得找半天呢。秋桃说她明天要早点去摆摊，你陪她一块去吧，我下班了来找你们。兰兰说的，我把衣服批回来了，
他要来我这儿买2套，去厂里帮我宣传的。在一旁的林建生听了，眼睛一亮。自从他和张兰兰分手后，吴倩就一直在纠缠他。林建生都想离职了，不过离职后做什么还没想好。朋友黄丁找到了他，想和他一起卖盗版磁带。今天林建生就把这件事跟周老太说了。黄丁说这是暴利啊！你有命挣钱没命花呀！想也知道搞这个是违法的，你还打算把工作辞了去干这个？你要问我，我就说不能干。但我听黄丁说，现在管的没有那么严，小心一点就行了。钻法律空子，心存侥幸。你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要真想下海干点事情，找点正经的能长久的事情干，还算你本事呢。也是哈。随后林建生就拒绝了黄丁。另外一边，周老太先陪着秋桃早早的就来到了文化公园，把衣服摊支起来了。没过一会儿，林建军就找上门了。妈，你们上哪儿弄的衣服啊？我看你生意挺不错的。怎么，二哥看我生意还不错，又想抢我们的生意吗？瞧你说的，我之前也不是故意想抢生意啊，是想到一块去了。我本来也打算做这个生意的。哼。妈，你生气了呀？我们又不是外人，我不也是想赚点钱吗？水英现在又怀上了，我把工作也给辞了，不赚点钱养家怎么能行？生意人人都能做，生意场上没有什么亲人不亲人的。那倒也不是，要是我赚钱了，我也不忘孝敬你啊。是吗？那你结婚这么多年，你给过我多少钱啊？之前你不是有工作吗？所以没有给你啊。我也困难啊，我是想着挣了钱就孝敬你啊。别扯有的没的，我还没有老糊涂。妈，你们之前的货去哪里了？怎么处理掉的？我不瞒你，现在我的货基本都砸在手里了。现在英子也怀孕了，正是用钱的时候，这批货卖不掉，我真的要亏死了。你当初被发财梦砸昏头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个呢？我错了，妈，求求你了，给我想个招吧。你搞错了吧？我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能帮你想到什么招？我总不能把你的货收过来吧？要不，妈，你把我的货收了吧，那我不就不用赔钱了吗？二哥，你也太自私了吧！你自己卖不出去，就想卖给妈，妈又怎么能卖得掉？你也不看看现在多少人在卖这个？那妈，你给我想个主意吧，我现在怎么办？我要是把钱亏光了，到时候孩子的奶粉钱都没有了，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孙子饿肚子吧？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你也看到了，现在卖饰品的这样多，我怎么给你想办法？只有把你手上的饰品买过来了，你拿着钱去找别的生意做，我摆摊慢慢卖。妈，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这些货我按成本价给你算。那不行，成本价我买不起，没有这么多钱。可再低我就保不住成本了呀。那你再想想其他办法，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你有多少钱？800，我的钱都借给秋桃进货了，800块钱还是我看在水英怀孕的份上给你出的。你这货我接手过来纯是赔的，这些钱算是补贴给你的，你要不答应我也没办法了。妈，你干嘛要接过来？你也不看看二哥之前是怎么抢咱们的生意的？没办法，是亲儿子，我不帮他谁帮他呢？行，800就800吧。秋桃，你替妈着什么急？我是你亲二哥，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抢生意的时候不见你念骨肉亲情，现在你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呵，懒得跟你说。妈，我马上把货给你拉过来。妈，你干什么帮他？你真是太心软了。放心吧，吃不了亏。随后他们到了家，林建军已经把货拉到家里去了。这下周老太终于不卖关子了。明天我就带着这些饰品去洛城一趟，好多年没看到你大姨了，也去看看她。这些饰品我带过去卖，卖完了我就回来了。万一洛城已经有人卖了呢？那边比这边还要偏呢，南城都是咱们把卖饰品带起来的，我敢打赌洛城绝对没有。之后当晚，周老太就带着那一大包饰品坐上了前往洛城的火车，在大姐家附近找了一家招待所，把自己安顿下来了。周老太才买了点水果前往大姐家。秀妃，你啥时候来洛城的？快进来。大姐，几个孙子孙女听见有人来了，齐齐跑了出来，个个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盯着周老太。其中一个最调皮的举起了手里的弹弓，朝周老太比着投降不杀。黑蛋，不要调皮，这是你姨奶奶。那黑蛋可不管，将弹弓调转了个方向，朝周大姐发射，一颗黄豆迅猛地砸在周大姐脸上。哎呦，大姐，你没事吧？没事，快坐，我去给你泡茶。大姐，你这孙子这么调皮啊，你不好好管教一下怎么能行？你不许再拿弹弓打人，不然我就把你的弹弓给扯断。我才不怕你呢，略。随后周老太一把就将弹弓从黑蛋手里抢了过来，走进厨房找到了菜刀，一刀就把橡胶绳给剁断了。黑蛋哇哇大哭，见哄不住黑蛋，周大姐也不管他了，跟周老太坐在一块说话。周老太告诉周大姐，这次她是过来看望她的，顺便卖一下东西。你要卖什么啊？小饰品，发卡、项链、手链，你见过有人卖吗？摆摊的地方在哪里吗？我这有个国营纺织厂，规模还挺大的，里面多数都是女工人，可以先在这里试一试。这种有正式工作的人，花钱要舍得很多。行。随后两人开始忙碌午饭了。对了，
姐夫呢？一大早就出去了，在家里待不住，中午就回来了。家里3个没上学的孩子，你一个人带着，他也不说搭把手。是啊，这些事情指望不上他，他就算在家他也不干。他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现在让他干，他能干吗？之后吃饭的人都陆续回来了，赵志刚和张老头都先后回来了。黑蛋见爸爸回来了，不敢吭声了。很快门口就出现了一个略显疲惫的年轻女人，黑蛋爆发出了惨烈的哭声，朝赵喜妹走去。这是怎么了？他把我的弹弓弄坏了。你是谁？喜妹，这是姨妈。哦，黑蛋，你的弹弓怎么被弄坏了？弹弓是我弄坏的，这孩子太没规矩，在家里拿弹弓打人，朝他奶奶脸上和身上招呼，还打我，喊也喊不听。他才3岁，多懂什么呀？至于把他弹弓也弄坏吗？他是不懂，大人得教他呀。拿着弹弓在家里打人，把我嘴唇都给打肿了。行了，姨妈也是帮忙教育孩子，喜妹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就你这没出息，但凡你有点出息，我还用窝在这受着嫌弃吗？你还倒埋怨上我了？我儿子凭什么给外人教训？什么东西？弹弓是我弄坏的，你儿子把我嘴都给打肿了，我好歹也是姨奶奶，不能教训他一下吗？我不仅能教训你儿子，我还能教训你，就你这没原则宠溺孩子，看你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无法无天，毫无规矩。你在你家作威作福就算了，还想来我家当家做主啊？刚来就欺负我儿子，你是不是还想欺负我啊？喜妹，你怎么跟你姨妈说话呢？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对长辈这样没规矩，平时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就不说了。姨妈上门是客，你一点都不懂尊重长辈吗？他值得我尊重吗？一来就把我儿子给欺负了。略，老妖婆。黑蛋，老子早就想好好收拾你一顿了。好啊，你们一家人都想欺负我们娘俩。大姐，走，咱们上外面吃去。随后两人一同出了楼，两人找了个饭店，一坐下来，周大姐就忍不住掉眼泪。秀妃，你这大老远来一趟，让你受这委屈，大姐真是对不住你。你这过的什么日子呀？老头不帮忙，儿媳不孝顺，孙子还那么调皮捣蛋，谁家日子不是鸡飞狗跳的呢？你还有4个儿子呢，你平时就不受儿媳的气吗？不受，我已经和大儿子、三儿子断绝关系了。养儿防老呀，你这2个儿子都不来往了，老2又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要是前头3个都不给你养老，老4肯给你养老吗？我养老不靠他们，我现在退休了没事干，自己做点小生意，挣的钱攒起来，足够我养老了。可人老了就怕孤独啊，要是儿子们全搬出去，就剩我和老头，我还不习惯呢。那活该你吃苦头。唉，为这一家子操心习惯了。随后两人吃完饭，两人一块来到招待所。周大姐见到了周老太带来摆摊卖的饰品。你见过这种没有啊？大姐，这些都是小姑娘带的，看着很不错。哎，我出来这么久了，不知道家里那几个混世魔王有没有人管。姐夫在家里呢，你就是总把家里的事情抓在手里，久而久之，这些都是你的事情了。哎，下午我陪你去纺织厂门口摆摊吧，你人生地不熟的。之后，老姐妹来到了纺织厂门口，把小摊给支了起来。这些都好漂亮啊！哎呀，今天钱没带够，大娘，你明天还来吗？来的，明天还来的。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在饰品逐渐泛滥的南城，这些货基本要赔本。来到洛城，又成了抢手货，一直卖到没什么人了，姐妹俩就收了摊了。走，大姐，咱们上派出所去。上派出所干什么？今天收了太多现金了，放身上不安全。银行这会儿也关门了，我放派出所去。也是。随后周老太把钱存在了派出所，周大姐又把周老太送回了招待所，才急急忙忙的回家去了。你一下午上哪里闲逛去了？家里这么多孩子，你管都不管了吗？妈，你要是不想带孩子了，不想做饭了，你就直说，你别借口亲戚来了，就把什么事都撂下了。来亲戚了，日子就不过了。奶奶挨骂了，奶奶挨骂了。随后周大姐把饭做好端上桌，黑蛋拿出新弹弓瞄准了周大姐，精准的打在周大姐的嘴唇上，疼得她一跳。又打中了！干什么？难不成你还要跟孩子计较啊？快坐下吃饭，你今天下午跑出去闲逛一下午，是该挨打，要放你钱，连饭都不许你吃。吃饭吧，妈，你难道还真要跟小孩计较？吃个屁的吃！周大姐大步朝黑蛋走过去，脱下黑蛋裤子，狠狠打了几下他的屁股。他还这样小，他懂什么？你这样下死手，我看你这老太婆今天就是欠收拾。我看欠收拾的是你吧，死老头子！周大姐回厨房去抓了一大把黄豆，回到客厅，捡起那个弹弓，将一大把黄豆搭在牛皮筋中央，远远的将牛皮筋拉开，10几粒黄豆就跟霰弹枪一样，朝饭桌的几人射去。老太婆，你疯了！妈，你干什么？妈，你干什么？张老头气冲冲地跑到周大姐身边，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弹弓，摔在地上，反手打了周大姐一耳光。
大，你干嘛动手啊？我看你是要翻天了，你跟孩子赌什么气？妈，黑蛋可是你亲孙子，你真舍得下手啊！碰上你这样的婆婆，也真是倒了血霉了。吃屎去吧你们！周大姐一把把饭桌狠狠掀翻在地，不再管呆如木鸡的其他人，冲出家门去找周老太了。周老太看到周大姐这副狼狈模样，十分吃惊。大姐，谁打你了？张卫东打你了吗？今天我不在家，丈夫、儿子、儿媳竟然到家之后也不做饭，还要特意等我回去做。不过我把饭桌掀了，还捡起一枚碎瓷片，划破了死老头子的胳膊。真没想到啊，一辈子为家庭操持，就因为少做一顿饭，少带一下午孩子，就成罪人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唉，我也不知道。虽然架是打了，但家不能不要了吧？我经营了一辈子的家。也是，你好好想想吧。之后两人一块睡了。第二天，两人先去了百货商场外面摆地摊，周围有小贩见他生意红火，过来张望，就想打听货从哪进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儿子弄的，我只是帮他卖的。嘴还挺严的。随后2天，周大姐都帮着周老太摆摊卖饰品，成功把所有饰品全部卖完了，给自己和周大姐换了一身行头，烫了头发，又分了500给周大姐，这才揣着几张现金汇款单回到了南城。妈，你都不知道，昨天二哥知道你跑去外地卖货了以后，发了好大一通火呢，说你算计他。不用管他。妈，你才去了3、4天，你的货就全部卖掉了啊？对呀，3天就卖光了。早知道这么好卖，我就该加价卖的。随后当天晚上林建军又来了。妈，我的货呢？哦，那批货我已经卖给别人了。你把货卖给谁了？多少钱卖的？这个我用得着跟你交代吗？林建军，枉你做了这么久的生意，你竟然不知道货钱两清是什么概念吗？你当初见我们生意好，不顾亲情跟我们抢生意的那天，就应该想到这一天，天道好轮回。我把800块退给你，你把货还给我。要是你的货是卖给了羊城档口的老板，你也敢这样上门去反悔吗？我不管，我要货。货呀，我卖掉了800块的本钱，我赚了1000块，贱卖也翻了个倍。说起来还要多谢你，要不是你来抢我们的生意，我也不会把进货地方告诉别人，市场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卖饰品，价格也不会暴跌，我也就不会有赚钱的机会了。妈，把多的1000块给我。你做梦呢。妈，虽然我去水家上门了，可我还是你亲儿子啊，你总不能这样坑我吧？我没坑任何人，是你自愿要将货卖给我的。老二，就你这种品性，端不了生意这碗饭。我把话放在这。二哥，你都把货卖给妈了，不管是亏是赚，跟你没关系了啊！你要是把这货卖给别人了，别人挣了钱，你也能上门去讨要吗？老四，这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插嘴。我这是仗义直言，你真好意思啊？这钱给别人也是赚，给妈赚点了，你竟然还跑过来要，你好意思吗？老四，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还得养一大家子呢。你嫂子如今也怀了孕，到处要花钱，哪像你单身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换我是你，我就是饿死，我也不能回来要这个钱，那成什么人了啊？简直不要脸到家了。老四，你说谁不要脸呢？我说你不要脸。林建军一拳就砸在了林建生的鼻梁上。等秋桃和春桃收摊回来，就看到了扭打到一起的林建生和林建军。你们是亲兄弟呀，怎么动起手来了？以后我没你这个弟弟，随你便。随后春桃和秋桃扶着林建生回到客厅，周老太从屋里拿来云南白药，毕竟林建生这一架是为他打抱不平。林建生瘫在沙发上，一边让春桃他们擦药，一边对周老太埋怨：妈，你眼看我们打起来了，也不说上前劝个架的。拳头无眼呀，我没敢往上面凑，万一你们不小心打中我老胳膊老腿的，一下子就断掉了。你们怎么会打起来了呀？还能为什么？为钱呗。二哥来家里肯定是想要他那批货的。他找妈要妈把赚的钱退给他，这像话吗？当初货跌的卖不出去了，他自愿卖给妈，现在看到有利可图，又想要回去，哪有这样好的事情？老四，你做人还挺有原则的嘛。那是当然，你替我挨了一顿打，我也不让你白挨，我教你把兰兰追回来吧。真的吗？妈，你没骗我吧？当然，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先把吴倩的事情彻底解决了。随后林建生听从了周老太的建议，在某机关单位门口拦下了吴倩的父亲，客观地描述了一下吴倩对自己的骚扰，希望他能约束吴倩。吴倩有青梅竹马，年轻人，你太自作多情了。我妈说想要解决吴倩，就是要把事情捅到吴倩父母面前。吴倩父亲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物，肯定不会同意吴倩嫁给我这种小市民。我管不了吴倩，难道他父母还管不到他吗？如果那样的话，就太好了。随后林建生也不多说了，转身回家，正好撞上了二哥林建军和二嫂水英带着闺女蓉蓉找周老太要回那1000块的利润。妈，林建军确实不是个东西，我跟建军结婚这么多年，也没有指望你帮过什么忙。我知道妈，你不至于断了我们一家的活路，就是想惩罚一下建军，他现在也知道错了。你们一家子怎么过日子的，我管不了。妈，
你总不能认钱不认人吧？建军是你的亲儿子，蓉蓉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亲孙子啊！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这是两码事。水英，我就问你，如果林建军卖的是别人，你们还能这样上门去讨要吗？妈，难道为了这1000块钱，你连建军也不要了吗？现在老大和老三都已经跟你断绝了关系，你一个儿子都不要了吗？要都是这样的不孝子，我只求没生养过。我怎么就不孝顺了？你孝顺啊！要不是你来搅局，我们那批货起码能多赚2000块钱。照你的逻辑，我损失的2000块钱全赖你，是不是也要找你赔偿啊？简直是胡搅蛮缠，好来找我要钱，脸都不要了吗？好啊，你不愿意给我，你就留着给你做棺材本吧。你既然这么认钱不认人，以后老了要人养老，不要找我。混账！老娘当年怎么没掐死你这白眼狼？你还拿养老来威胁上了，今天不打你一顿，我这辈子算白活了。老太抄起餐边柜上的鸡毛掸子，朝林建军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抽，一棍接着一棍，每一棍都下了死手。林建军被打得受不了，赶紧躲到院子里去了。水英担心他也往院子走，谁成想视线阻隔，两人谁都没看到谁。水英完全没防备，被撞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水英，你怎么样了？你可别吓我，我肚子疼。春桃，快去隔壁借3轮车。随后春桃很快把3轮车借来，帮着周老太将棉絮飞快铺在车厢里。另一边林建军小心翼翼地抱着水英出来了，扶着水英坐上了3轮车。要是水英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我饶不了你。关我屁事，撞他的又不是我。由于不放心水英，春桃和秋桃跟着去医院了，周老太则留在家里。林建生一进门就看到周老太在沙发上打盹。妈，你怎么还没睡啊？等春桃和秋桃。紧接着门口传来3轮车的响动，春桃一进门就说：妈，医生说二嫂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要做早产手术呢。二哥让我回来拿钱。为什么要找我拿钱？又不是我撞的。可能二哥手头上紧。手上紧，想办法联系水英工厂的工会啊。他没有正式工作了，水英可是有的，他做流产手术，他们工厂会出钱，找我拿什么钱？对哦，我怎么忘了这茬？二嫂是有工作单位的，就算今晚没交钱，医院也会先给她治疗。妈，你们先睡吧，我去医院看看二嫂，顺便把秋桃接回来。行。随后林建生来到医院，水英已经进了手术室，秋桃和林建军在外面等着。老太太让你送钱来了。二嫂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在手术了，钱还没有交呢。是不是老太太让你带钱来了？没有，我就是来看看二嫂。他妈的，水英就是他害的，他居然不肯出钱。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就不要责怪谁了。要不是他追着我打，水英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吗？这全怪他，他必须拿钱。老二，你冷静冷静，这事怪不到妈头上去。你带着二嫂去找妈拿钱，本来就不占理。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今天晚上不去家里，不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吗？老四，你他妈拉偏架！别吵了，别吵了，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吵架？秋桃，二嫂没事吧？我也不知道呀。之后一直等到手术结束，林建生才载着秋桃回家。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结果第2天早上，林建军就在周老太的饼摊旁边闹。现在孩子没了，你高兴了，全都怪你。医药费单位报销，营养费你必须得给，2000块钱，少1毛钱都不行。你还要伺候水英坐小月子。你个不孝白眼狼，自己把媳妇撞流产了，想把屎盆子扣我老太太身上，大家帮我老婆子评评理。林建军被人七嘴八舌的骂，也想反驳，可他一张嘴说不过这么多人，要打就更打不过了，灰溜溜的跑了。周老太中午才把小摊收回家来，水英的爸妈就来了。亲家，今天我们是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水英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呢，你作为婆婆，总不能小月子都不伺候吧？营养费多少要拿一点才像话，不然水英的身体养不好，怎么给你们老林家生孙子？你们老水家没儿子，生下儿子就跟你们家姓就行，我没意见。你现在真是2个孩子，你是一点也不管了。上次我摔伤了腰，2个孩子都累成那样了，你这个当妈的人了，还当上甩手掌柜了。要是你摔伤了腰，我就算是为了孩子考虑，也会来照顾你。你这么薄凉冷血的人，也难怪孩子寒了心。赵小琴，你说我自私自利，儿子寒心，那你生了5个女儿，怎么生病的时候一个在床前伺候的都没有，还要来麻烦我这个亲家吗？那是因为我心疼孩子，没让他们回来。你心疼孩子，那你老伴好手好脚的，他不能伺候你吗？我凭什么伺候你啊？再说求人也得有个求人的态度，你倒好意思跑我门上来指着我鼻子骂啊？我当时就应该去给你端屎端尿，把屎盆子扣你头上。这个不提了，那水英又怎么说？水英是我生的还是你们生的啊？她坐小月子，你们俩不想着怎么照顾，又想来攀成我啦？我告诉你们，
水英是林建军撞流产的，你们找林建军好好照顾吧。要不是你，水英会流产吗？你指谁呢？你当时在现场吗？不行，咱们就去派出所说清楚，认定一下责任。说话就说话，不要动手动脚。就你还好意思在这护妻呢？你真当你跟你们家隔壁的张寡妇的事就没人知道了吗？周老太，你别血口喷人。赵小琴，你不信的话，就回去查一查你们家的存折呀，他说不定暗地里还在给张寡妇花钱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辈子赵小琴就是发现家里存折钱不对头，才发现了水振华跟隔壁张寡妇的私情。水振华想让张寡妇给他生儿子，这个秘密被发现后，张寡妇当时都已经得病死了，赵小琴想闹也闹不起来了。可现在张寡妇还活着。水振华，你说存折上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小琴，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的事。行，那我们就回家看看存折。随后两口子起了内讧，匆匆离去。周老太太家里总算是清静下来了，她到底也没有给水英伺候小月子，水英两口子也没有找上门来，估计家里母亲后院起火，已经够他们焦头烂额。